走在马路上玩手机的雪木，猛然听到一声刺耳的汽车鸣笛声，抬头看去，才发现是一辆失控的货车正飞速朝他驶来。下意识的闭上眼后，想象中被撞击的疼痛感并没有传来，反而是一阵天旋地转。在睁开眼时，自己已经身处某处宿舍楼的天台。这是哪？我这是被撞飞了吗？怎么一点伤都没有？植物僵尸系统正在绑定中。系统？什么情况？系统绑定成功，赠送宿主新手大礼包一份。看着手中突然出现的卡包，雪木一阵无语。什么垃圾系统？这东西确定不是小学门口卖的玩具吗？虽然不愿意接受，但是看着自己视线左上角多出的阳光图标和300的数值，以及头顶上 LV1 的等级，雪木还是接受了这个现实。看样子我是穿越了。正当雪木准备研究一下手里的卡包时，楼下突然传来砰砰的响声。卧槽，这是枪声！小心翼翼走到阳台边缘，朝楼下望去，然而开枪的活人没看到，腐烂的丧尸倒是看到不少。我这是穿越到末日求生的世界了。可系统就给我一包卡，是准备让我跟丧尸玩卡牌游戏吗？就在雪木愣神的时候，从远处跑来几个人影，身后还追着大批丧尸，领头的喊道：你们快往前面的公寓里跑，一直冲到楼顶，我来殿后。什么鬼？别往我这里跑啊！一下把这么多丧尸引上来，我这2两肉都不够他们塞牙缝的。就在雪木绝望之际，系统又传出声音：临时任务，击杀100只丧尸，奖励寒冰射手100经验值。让我杀丧尸，好歹给我一把武器吧。难道让我去跟他们肉搏？提示：由于这是第一次任务，经验奖励翻10倍，希望宿主多加努力。喵的，居然用经验值诱惑我！升1级需要10点经验，这要是完成任务，我不得起飞了。为了10倍经验，拼了！想到这里，雪木直接拆开了那包卡牌，看着手中10张植物大战僵尸的卡牌，雪木一阵无语。还真就是植物大战僵尸啊！我拿这卡牌有什么用？特别是这张浑圆霹雳铲，不就是种菜用的铁锹吗？越想越气，雪木直接用力把这张卡牌扔在地上。让人没想到的是，卡牌落在地上，居然叮的一声变成一把铲子。怎么回事？难道这些卡牌可以变成实体？搞明白卡牌的用法，雪木突然感觉手里的卡还是挺香的，紧接着又花费50阳光召唤出一朵向日葵。虽然向日葵没有战斗力，但是它可以生产阳光，得先有经济才能有输出嘛。只是没想到向日葵刚出场就用稚嫩的声音说了句：主人，小葵困了。我可是花了50点阳光才把你召唤出来的，你居然刚出来就要睡觉。就在这时，天台楼梯里突然传来剧烈响声。听着楼道里传来的声响，雪木着急道：我手里这些卡也太弱了，而且说不定也是一出来就睡觉。没有蘑菇类的卡牌，也没有火爆辣椒这种大规模杀伤的植物，什么都没有，怎么玩啊？而此时的楼梯里，求生者们正奋力往楼顶跑去。快跑，到了楼顶才有现生机。可惜了这些丧尸体内的魂晶。独自奋战的壮汉边打边退，也来到了公寓大门前。眼看丧尸越聚越多，他趁着一次横扫击退丧尸的间隙，转身往楼上跑去。正在研究手里卡牌的雪木，突然注意到那张消耗0的吞噬射手。豌豆家族万中无一的天才，拥有吞噬武器、化身各种形态的超强能力，好像很厉害的样子。而且这张卡的等级是 SP， 希望比普通的家伙强一些吧。一阵光芒闪过，地上出现了一颗表情嚣张的豌豆射手。你就是我的主人吗？真是弱爆了。你大爷的，一颗豌豆在我面前装什么大尾巴了？算了，先忍一忍，还要靠这玩意渡过难关。真是抱歉，我还是新手，刚开始玩。看在你还算礼貌的份上，随便拿把武器来，看小爷我带你装逼带你飞。这个行吗？你他喵的在逗我？没有加特林吗？没有。N4 呢？也没有。98K 也行呀，我狙贼准。98K 也没有。青龙刀呢？大砍刀总有了吧？现在只有这个。看着吞噬射手那无语的表情，雪木突然意识到，这个家伙肯定是因为实力太弱，被逐出家族的废物。怎么，我这把浑圆霹雳铲也入不了您的法眼？给我滚远点，我看到铲子就来气。跟谁俩没大没小呢？我忍你很久了。
感觉到头上起了一个大包，吞噬射手的态度立马来了个大转弯。主人消消气，我也是没办法嘛，没有武器的话，我是不能战斗的。真是个废物。正当雪木想再吐槽几句的时候，天台的铁门发出咚的一声巨响，直接被撞开，接着一具丧尸尸体倒在雪木面前。刚从楼梯道走出来的女生也被雪木吓了一跳，没想到这天台上还有活人。雪静，别愣着，快走啊！就是不走就闪开，我不信反差的门后面还能有丧尸。卧槽！进入天台的众人都惊讶地盯着雪木头上的向日葵。你们好呀。本来准备埋怨一下这些家伙把丧尸引上来，不过当雪木看到对方手里握着枪的时候，立马露出了笑脸。只是没想到前面的女生直接扑过来。大人，求您救救我们吧！听到女生求救的声音，吞噬射手直接从她身后跳出来喊道：你们可别指望这个家伙能干啥，他就只有一把破铲子。这一句说完，所有人都注意到这个绿色小喇叭。会说话的卡琳。首领的那只巨熊也没见他开口说话，这小喇叭看着人畜无害，但实力肯定非常恐怖。卡琳听出雪木的疑问，雪静从身上掏出一张卡片，对准头上的兔子，光线闪过，兔子直接进入了卡牌里。大人，我跟您一样也是一名直塔者，不过我实力太弱了，求您救救我们。原来这种卡牌不是我独一份的呀。就在雪木等人说话的间隙，吞噬射手偷偷溜到谢文良旁边，一口吞掉了他的手枪。谢文良，你鬼叫什么？我的手被吃了，这不是好好的吗？糟糕，丧尸追上来了！快把门关上！不行，罗大哥还没有上来。罗大哥是直卡者，他不会有事的。就在几人争执时，第一波丧尸已经跑到天台附近了。丧尸已经上来了，再不关门，我们都得死。对峙的众人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吓了一跳，而楼道里的丧尸也重新变成尸体向下滚落。雪木看着自己的经验条蹭蹭往上涨，知道这是吞噬射手干的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没意外。居然让这个小子装起来了。小吞啊，你是怎么做到嘴里塞把枪还能口齿伶俐的，不噎吗？嘴里塞把枪就会噎吗？加特林射手那家伙嘴里全是枪管，还能说顺口溜呢。众人不敢参与到这种级别的主人与卡琳间的交流，不过能一次解决10几只丧尸的卡琳肯定非常厉害，这让众人心里涌起了希望。这时楼下又传来脚步声，是独自断后的罗军终于也跑了上来。罗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不过楼下的丧尸太多了，我们今天恐怕难逃一劫了。听到这句话，大家赶忙把楼道的大门关上，并且死死抵住。放心吧，我们遇到了大人，他会救我们的。大人，通过雪静的介绍，罗军才发现队伍里多了一个人，而且他还带着2只卡琳，头上趴着向日葵，身边还站着一只绿色小喇叭。一只还好，如果2只，说不定要抵不住了。此时丧尸群已经堆积在门后，大门被推搡着开始变形。大人，请您再帮帮我们。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这么多丧尸，你指望我用一把小手枪能瞬间解决了吗？就知道这家伙不靠谱。有了，我手里还有一张坚果枪，这东西应该推不动，只能被吃掉，成败在此一举了。随即雪木抽出那张标有 P 字母的卡牌。你们让开一下。其他人看着他手里的东西更是吓了一跳。又是一张灵卡。要知道灵卡这东西是超级稀有的，在这个世界哪怕是最低级别的 N 卡也能让人趋之若鹜。而一旁的罗军看到后虽然也很震惊，但是身为直卡者的他很清楚，灵卡并不是越多越好，因为每个灵卡想要升级都需要大量魂晶，自己的卡灵到现在也才10级，就是一阶的范畴，而这个少年一下拿出3个，很难让他相信这些卡灵有多大的能力。抵住门的众人听到雪木的喊声，直接闪身退到了一边，天台的门也瞬间被丧尸推开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光芒闪过，一颗瞪着大眼睛的坚果墙出现在雪木面前。完了完了，这玩意除了肉一点伤害都没有。就在雪木脑海里闪过人生回马灯时，坚果墙突然滚动起来，势不可挡的冲向丧尸群，所过之处所有丧尸尽数升天。随后坚果墙顺着楼梯不断朝下滚去，从顶楼一直滚到底层，直至消失。
而雪木手上的灵卡也化成光点消散了。随着所有丧尸被坚果墙消灭，雪木的级别也一下从 LV2 升到 LV13，而且消灭丧尸的数量远远超过100。脑海中也传来任务完成的提示，阳光数值也从200飙升到1118。其他人看着楼道里那些丧尸的尸体，同时倒吸一口凉气，一下就把所有丧尸都解决了，这也太强了。眼看危机解除，众人都放松了下来。大人，您实在是太厉害了。有我在，没意外。吓死我了，还好坚果强一次把所有丧尸都解决了，要不我估计也要完蛋。一旁的吞噬射手听到雪木的话，忍不住翻起白眼。大人，真的很感谢您救了我们，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赔偿您的损失，真是抱歉。损失？没错，您刚才损失的那张灵卡，我们无论如何都赔不起。如果您不嫌弃，我愿意跟随您，在您身边做一些捡魂晶之类的工作。说着，罗军深深鞠了一躬。雪木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雪静却抢先道：罗大哥，你也太狡猾了，明明是我先发现大人的，要捡也是我来捡。其他人一听，顿时明白了什么，纷纷抢着喊道：我也可以，我也可以。停！我可没想过要你们赔偿什么。临时任务，任务时限2天，要求安全到达附近的幸存者营地，奖励磁力菇1万经验值。系统任务来的真及时，我刚好想找一个落脚点。这样吧，带我去你们的营地逛逛，我想了解一下你们营地的情况。好呀好呀。这样做不太好吧？没有经过首领允许，擅自把陌生人带回营地。你要是不愿意，就一个人回去吧，看你能不能活着到营地。这，万一这个年轻人把首领给灭掉了，好像也可以。我只是怕招待不好这位大人嘛，我相信首领也会欢迎他的。听到谢文良的话，雪静悄悄对雪木说道：大人，千万不要相信这个人，我们很多同伴就是被他害死的。之后众人商议决定在天台休息一夜，第二天再去停车点开车回到营地。雪木也通过跟罗军等人的沟通，对灵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罗军的铁棍是加持型灵卡，这种灵卡不仅威力巨大，还能赋予使用者熟练运用这种武器的能力。而雪静的兔子是生物型灵卡，它们不仅可以单独战斗，还能附身宿主身上。而且雪静的小兔子居然也是 SP 卡，只是它没有任何战斗能力，在大家看来就是一个废物卡灵。雪木指了指旁边的吞噬射手，这家伙也是 SP 卡灵，我相信你的卡灵肯定也有特殊的能力，只是你还没发现而已。我挨老子！看了看吞噬射手一副傻不拉几的样子，又看了看雪静头上可爱的小兔子，雪木有一种想跟他换卡的冲动。这时系统又冒了出来，宿主阳光值超过1000，抽卡功能已开启，是否抽卡？100阳光抽一次，10连必出 S2，100连保底必出 SSR， 加上刚才向日葵生产的2朵太阳，我现在的阳光值已经有1218了，这不来个10连能睡得着觉？抽卡来一发10连。感谢老板消费，老板大气。什么鬼系统？怎么全是暗卡？终于不是暗卡了，系统，这个 P 卡到底是什么意思？P 卡植物可以秒杀低于或等于同阶级的魔物，高于自身阶级的则需要斩杀2次，每张斩杀卡限使用1次，用完即毁。这么厉害，以后 P 卡一定要谨慎点用了。还有最后一张了，让我看看保底能出什么好东西。哇，金色传说，居然是个水壶，什么鬼？黄金水壶，拥有高强度净化与治愈之力的神奇装备，里面的水无限量供应，好像还不错，以后应该有用。随后雪木召唤了几株植物守夜，又召唤了一只僵尸去收集魂晶，众人便休息了。第二天上午，大家都起来以后就出发往停车点赶去。途中，雪木把昨天晚上僵尸收集的魂晶送给了罗军和雪静，毕竟这东西对他来说没有任何作用，他只需要完成任务和击杀怪物就能升级。罗军二人推迟了一下，还是收下了，毕竟这魂晶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。谢谢。又走了一段路程，突然一只黑影从街边的房顶窜了出来，朝着雪静快速的扑过去。小心！糟糕，好像来不及了。雪木直接掏出一张我刮卡牌扔了出去，结果这张卡往前飞了几米，又掉头飞了回来。
落在雪木旁边，噗呲一声，地上冒出一个大倭瓜。倭瓜，快把前面那只丧尸兽踩扁！不去，踩了我就没了，你当我傻啊？一旁的吞噬射手赶忙开了几枪，子弹精准的打在丧尸猫的头上，但是吞噬射手的等级差这怪物太多，子弹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。丧尸猫转眼就扑到周庭之面前，一口咬了下去，瞬间凄厉的惨叫传遍整个街道。周围的丧尸听到声响，开始向这边移动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由葵瓜子构成的弹道倾泻而出，无情的打在丧尸猫身上。虽然威力并不高，但是这弹道犹如无限子弹的机关枪一样。丧尸猫终于感受到压力，放下嘴里的猎物，跳开了。我去，小葵你也太厉害了，不仅能赚钱养家，还能保护同伴，怪不得是 S2 的零卡。彩虹屁吹的向日葵欢快的笑了一下，随即又投入到战斗中，无数葵花籽喷射而出，丧尸猫只能不断躲避着攻击。雪静赶忙扶起周庭之。周姐，你怎么样了？周庭之被咬的伤口已经开始泛黑，额头上的汗珠也如雨点般倾泻着。你们让开一下，我来看看。大人，您快救救周姐吧！看着伤口的感染程度，已经没救了。你胡说什么？周姐一定会没事的。周边的丧尸都被刚才的声音吸引过来了，你们先去处理一下，我来救他。几人应了一声，就先走开了。雪木直接掏出黄金水壶，对着周庭之的伤口浇了上去，希望能起作用吧。清澈的水流顺着伤口慢慢浸透周庭之的身体，不多会黑色的血块开始消散，伤口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。庭之姐，你醒了吗？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好点没？周庭之虚弱的点点头，示意自己好些了。雪静，你照看一下他，我去处理丧尸群。说完，雪木向丧尸群冲了过去，先把向日葵重新放回头上。由于向日葵只能一直攻击丧尸猫，牵制它的活动，所以现在丧尸已经越聚越多了。罗大哥，情况怎么样？不太妙，那只丧尸兽没打算放过我们，而且丧尸也越来越多。如果不能解决那只丧尸兽，我们恐怕逃不出去了。听到这话，雪木看了看倭瓜，知道这个家伙靠不住，只能另想办法。现在只剩下168阳光值，雪木翻着手上的卡牌，等级低的卡牌对丧尸猫没有威胁，等级高的卡牌又没有那么多阳光值召唤。这丧尸猫是20级还是2阶的怪物？食人花的介绍说可以吃下任何一只同阶级的怪物，只能拼一把了，就决定是你了，食人花。随着一道光芒闪过，眼前的地上出现一只长着血盆大口的紫色植物，而雪木的阳光值也瞬间降到18。小葵，你先停一下，食人花，你去把前面那只丧尸猫吃掉。收到命令的食人花摆弄着脚下的几片叶子往丧尸猫跑去。刚从葵瓜子攻击下放松的丧尸猫，就看到一只紫色大嘴朝自己跑来，急忙又跳开了。现场很快就变成两个怪物的追逐戏，但依然没办法解决那只猫。有什么能限制这只猫的行动？苦恼的雪木突然发现路边有一家超市。有了，小吞跟我来。说罢就带着吞噬射手冲了进去。罗军由于使用了雪木赠送的魂晶，省级达到了11级，对付普通的僵尸已经游刃有余。不多时，完全恢复的周庭之和雪静也聚了过来。周庭之已经没事了吗？除了罗军，另外两人下意识后退了一些。雪木大人已经把庭之姐治好了，绝对不会尸变的。那太好了。那个雪木手里不仅有取之不尽的灵卡，居然还有能治疗伤势、解除丧尸病毒的宝贝。如果把这个消息透露给首领，肯定能得到不少奖励。旁边两个女性看着谢文良的表情，都忍不住说了句恶心。另一边，雪木在超市的各个货架之间游荡，寻找着什么。吞噬射手负责在旁边保护。找到了。当雪木带着东西来到超市门口时，密密麻麻的丧尸群已经把他们包围了。罗军等人和向日葵拼死抵抗着，而食人花由于实在追不到丧尸猫，只能先原地待命。眼看事态紧，雪木朝对面楼上的丧尸猫大喊一声：“小猫咪，看这里！”然后用力将手里的东西扔了出去，但并不是朝丧尸猫，而是扔向食人花。丧尸猫看着空中飞过的物品，灰白的瞳孔骤然收缩，四肢猛地用力，朝着那个毛线球冲了过去。
丧尸猫夸张的张大嘴巴，径直飞向毛线球，然后精准的把它叼在嘴里。就在丧尸猫露出一副心满意足的表情时，一张更加恐怖的大嘴直接笼罩了它。咔嚓一声，丧尸猫被吞入食人花腹中，紧接着食人花张大的巨嘴又恢复了原状。众人都被这一幕深深震撼到。大人，您实在是太厉害了！旁边的罗军也想过来庆贺一番，但是眼下的情况太过紧急，只能开口道：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，丧尸的数量越来越多了。罗大哥你来指路，我让小葵和小吞开路。好，走这边。说着，罗军就带头朝一个方向先行动了，而雪木先把某个混子倭瓜收了回来。当他准备把食人花也收回来的时候，却收到战斗状态无法回收的提示，一次只能吃一只，不等消化完就毫无战斗力，怪不得有这么厉害的能力，还是个 N 卡。这时一旁的谢文良凑了上来：雪木大人，您还有一只卡灵忘记回收了。看着谢文良和善的笑容，雪木也微笑的回应道：确实是，那就麻烦你帮我背一下吧，我这只卡灵就全靠你了。谢文良愣了一下，看着巨大的食人花咽了咽口水，拼了！为了获得雪木大人的信任，我必须背它。做好思想工作，谢文良一咬牙，双手朝后一抱，很轻松的就把食人花背了起来。这怪物看着挺高大，体重居然这么轻。由于附近的丧尸都被刚才的声响吸引过来，众人的行进速度很慢。为了减轻压力，雪木又召唤了一只新卡灵杨桃。毕竟刚才击杀丧尸猫获得了500阳光值，花销可以大方一些了。只是看到这杨桃的攻击模式，雪木又感觉自己上当了。看我的星星射线！你为什么要往地面和天上发射激光啊？要不然呢？不是应该凭着朝5个方向发射吗？你游戏玩傻了吧？我不用站的吗？为了让杨桃的攻击发挥作用，雪木把它放在罗军头上，再加上向日葵和吞噬射手的攻击，终于开路的速度快了很多。不一会，众人就来到了停车点。快，分开坐，马上出发。雪木直接坐上其中一辆车的副驾，罗军、雪静和周廷之也坐了上来。系好安全带，出发了。罗军大喊一声，然后猛踩一脚油门，汽车直接窜了出去，把那些已经追上来的丧尸远远甩在身后。雪木看到汽车出发，也终于松了一口气，终于安全了。汽车行驶了一会，周围的建筑变得稀疏起来，目之所及已经看不到有丧尸了，众人的心里才慢慢放松下来。雪木大人，刚才那只怪物为什么会去咬毛线球？因为我观察那只丧尸猫，无论是叼食物的动作，还是受惊吓时的状态，都还保留了原来的习性，所以就想尝试一下。所以你就拿毛线球勾引它，这样也能行？而且你怎么知道它是只猫的？你看不出来它是一只猫吗？等下，我是能直接看到那个怪物头上的名字，所以才知道它是丧尸猫的。看来他们都不知道这个信息。这时系统又弹出提示：首次击杀丧尸兽，奖励能量豆1颗。能量豆对植物使用以后，可以让他们放出大招。豌豆射手可以瞬间变成加特林豌豆射手。向日葵可以直接生产出9朵太阳，这可是个好东西，留着以后遇到危险再用。之后，汽车在荒野中又行驶了2个小时，慢慢停了下来。罗大哥，怎么停车了？车子没有了。这里离营地也就10多公里，来回跑一趟1个小时就够了。你们先开车回去，然后带点油过来吧。好，那你们注意安全。另一辆车开走以后，剩下的众人就在车旁边原地休息。食人花已经把丧尸猫完全消化了。看到雪木过来，他从嘴里吐出一块绿色魂晶，这一块远比之前丧尸群产出的魂晶要好得多。收好魂晶，雪木又查看起自己的属性面板。之前的战斗结束以后，他的级别已经升到 LV15， 阳光值也达到948。可惜那些落下的魂晶，要是有一个橄榄球僵尸就好了，不仅皮糙肉厚，速度还快，绝对是捡破烂的一把好手。就在雪木想得入神时，一旁的罗军走了过来。雪大人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想给你介绍一下营地的情况。好呀。我们其实也是刚进去不久，只知道那营地原来是一座监狱。丧尸病毒爆发后，那里发生了暴动，有个较无能的人乘机带人占领了那里。他们挺过了丧尸变异第1阶段的攻击，站稳了脚跟。在监狱里一切都是无能说的算，就因为他是一名实力强大的执卡者，就算肆意妄为，也没人敢反抗。也是执卡者，那他是几阶的？这个我不清楚，只知道他的卡灵是一只巨熊，
从他给我的压力来看，至少是2阶。那你给我说这些是什么意思？我想请你打败无能，解救那些被压迫的人。这个到时候再说吧，我先去看看情况。这无能一听就是个肥老大，我就是个普通大学生，怎么跟人家玩？而且真是2阶也还好，如果是3阶，那谁打谁还说不准呢。雪大人，罗大哥，你们快来看！雪静的喊声打断了雪木的胡思乱想。二人走到雪静所在的地方，眼前的一幕让雪木震惊不已。只见一个土黄色漩涡凭空出现在不远处的半空中。雪大人，这就是秘境吗？雪木听到这样的问题，脸色一僵。我怎么知道？我又没见过。没错，这就是秘境。那我们一起进去吧，我还没见过秘境是什么样呢。不行，你们不能去，至少雪静和周庭之不能去。没关系，有雪大人在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不行！众人被罗军的这声怒吼吓了一跳。你们根本不知道秘境的可怕。我曾经参加过一支由执卡者组成的队伍，对付丧尸我们战无不胜。有一次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境，由于我实力最弱，就被安排在外面留守。当他们进去之后，没多久漩涡就消失了，而他们再也没出来。后来我遇到过更强大的执卡者，他们跟我说，秘境向来是强者的战场，弱者的坟墓。你们只知道那里有多么巨大的宝藏，却不知道有多危险。像我们这样弱小的执卡者，甚至连从秘境离开的方式都不知道，更别想着获得灵卡了。听了罗军的话，雪木脸色一白，因为罗军话音刚落，自己耳边就传来系统的提示音。特殊任务，进入第6系列秘境 C 区通道，奖励西瓜投手、樱桃炸弹。这奖励也太吸引人了吧！而且任务难度也出奇的小，只需要自己往前走几步，2张强力卡牌就到手。西瓜投手绝对是输出类植物的战力天花板了，樱桃炸弹就更不用说了，范围爆炸，超强斩杀卡。这系统真是吃透自己的心理了，知道我打退堂鼓，就给出这样的任务。听了罗军的介绍，雪静终于知道秘境的危险，弱弱的说了句：“好吧。”雪大人，你准备去吗？我当然要去，这种机遇可遇不可求，我不能放弃。罗军听到以后点了点头，他很理解，像雪木这样强大的执卡者，必然不会放过这种机会。如果你回来的时候看到我们不在这了，就顺着这条路走10公里，那里有一处建筑群，就是我们的监狱营地。等你回来，我一定要好好招待你。好的，感谢罗大哥。雪大人，注意安全。祝你好运。随着一阵空间扭曲，雪木的身影连同那土黄色漩涡都消失在众人面前。与此同时，在一处城市废墟内，一名年轻少女正独自徘徊着。她是 SSR 灵卡血翼曼陀罗的持有者，现在正为灵卡突破50级达到第5阶寻找同等级的魔兽。就在她一筹莫展时，不远处的半空出现了一个黄色漩涡。秘境。就在少女纠结于要不要进入时，她身边突然出现一个和她穿着类似的女子，她正是 SSR 血翼曼陀罗的卡琳。不用犹豫，想要报仇就要尽快提升实力。秘境不仅有高等级魔兽，还有灵卡，无论哪个都是你需要的。可是，万一……不用担心，我不会让你出现意外的。说完，曼陀罗再次附到谢瑶身上，下定决心的谢瑶双脚一蹬，就朝着空中的黄色漩涡飞去。雪木只觉得自己眼前一阵白光闪过，重新获得视线时，已经站在某个深渊的绝壁上。我操，什么情况？从上往下看，广阔无垠的土地上裂开了一道恐怖的缝隙，将整片大陆一分为二。而雪木所处的位置就是这个裂缝的峭壁上。此时的雪木吓得不敢乱动，因为脚下没有太多的位置给自己站立。玩我呢？这出生地也太不正常了。突然，雪木对面的崖壁上也出现一个人，不过由于体型太胖，他脚下的石壁没撑住他的重量，连人带石块一起掉进悬崖深处了。随后，这片悬崖两侧陆陆续续又出现不少人影。为了防止别人探测到自己的实力，雪木将向日葵收进灵卡里。毕竟自己才10几级，等级稍微高点的执卡者挥挥手自己可能就嘎了。传送结束以后，所有人都没有着急行动，而是相互观察着彼此，注意可能成为自己对手的家伙。得赶紧想办法离开这里，到地表上去。由于手里还没有能做到这种事的卡牌，雪木只能寄希望于抽卡上，在系统那里兑换了丧尸猫的魂晶，一下让雪木的阳光值达到了1598，然后果断换了一包新卡。一定要出飞行卡，不然我就只能跳下去了。然而打开卡包，前7张都是毫无作用的 N 卡，甚至还有1张蒜头。
什么垃圾卡？戴夫，你别整我啊！居然是 P 卡缠绕水草，这张不错，以后在水里也有战斗能力了。这次的 S2 居然是蔡问，我记得他的攻击力超强，太好了。不过还是没办法离开这里啊！陷入绝望的雪木含泪揭开最后一张灵卡，万没想到这居然是一张僵尸卡，气球僵尸。看着这张卡牌，雪木满脸纠结。这玩意虽然能飞行，但是附身以后我不会也变成僵尸吧？系统能不能商量一下？系统提供的灵卡附身功能只会具现出卡灵的标志性特征，请宿主放心使用。这功能不错。收起其他灵卡，雪木直接花费150阳光值使用灵卡附身功能，一阵光芒闪过，一个红色大气球从雪木身后飞起，顺势也将他带了起来。随着气球慢慢漂浮到悬崖中间，雪木也成为在场所有人的关注点。由于雪木的造型跟气球僵尸一模一样，不禁让他尴尬的差点在空中抠出30亿听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发现对面悬崖有一个身穿兽皮的家伙，默默从身后掏出弓箭。你想干什么？只见那人把箭搭在弦上，先是瞄准了雪木，想了想，又将箭头对准了那个大气球。雪木看了看脚下深不见底的崖剑，暗自祈祷道：大哥，我劝你善良。然而那人确定瞄准以后，轻轻松开手指，箭是对着气球窜了过来，然后就是啪的一声，让雪木从悬浮直接变成自由落体。救命啊！一声撕心裂肺的呐喊声回到在峡谷之中，同在峡谷中的谢瑶也看到了这一幕，当打算出手相救，脑海里传来一个声音：小瑶，别多管闲事，别忘了你父母是怎么死的。曼陀罗的一番话打消了谢瑶出手的念头。正在下落的雪木怀中突然闪过一道光芒，接着一个绿油油的身影跳了出来。雪木扭头一看，才发现是吞噬射手。他一口吞下残留在腰上的气球碎片，然后摇身一变，变成一个跟气球僵尸同款的鬼脸气球。终于，雪木不断下坠的身体再次悬浮起来。主人，你可给我省点心吧。终于得救了，小吞，多亏了你，我现在真想抱着你奖励2个香吻。你可拉倒吧，快想想办法，要不一会儿还是要完蛋。经过吞噬射手提醒，雪木也注意到上面那个又准备射箭的野人。大不了来一颗樱桃炸弹，咱们一起玩玩。对了，刚才的任务奖励还有西瓜投手。说着，雪木就掏出那张灵卡，果断消耗300阳光，直接附体。随后他伸出右手，一颗硕大的西瓜凭空冒了出来。不远处的一名金发女子惊呼道：又一张灵卡。雪木凭空变出一个大西瓜，瞬间又吸引了人群的目光。其中某个腰挎武士刀、身穿武士服的男子垂涎地看着那个大西瓜。要知道，在末世中，新鲜的水果可不多见，更别说这种绿的冒油的大西瓜。让你射我！雪木瞄准那野人脚下的崖壁，一个西瓜炸弹精准投了过去。就在西瓜爆开的瞬间，那野人的身体突发变异，嗷的一声变身成一只狼人，唰的一下从攻击范围中跳开，然后四肢狠狠插进岩石，整个人悬在崖壁上。全是只会爬墙的狗。正当雪木准备再投一颗西瓜时，那狼人嗷的一声从崖壁上猛地跳开，朝着雪木的方向冲来。我去，小吞，快躲开！我现在只是一个气球啊，怎么可能控制方向？就在此时，旁边一位金发美女掏出自己的灵卡，往雪木前方甩了出去。灵卡在空中幻化成一只巨大的狮鹫，对着那狼人就是狠狠一头锤。狼人被强大的力道震得反弹出去，又重新抓住崖壁，而狮鹫在空中转了一圈，又飞到金发美女下方，随后带着她朝雪木飞了过去。各位，秘境这么大，魔兽的实力可不是靠个人就能轻松应对的。奉劝大家还是先找好合作伙伴，而不是急着打架。此时雪木已经站在狮鹫背上。各位，我的伙伴已经找到，就先离开了。金发美女说完，那狮鹫猛地一扇翅膀，朝着崖顶飞了出去。武士服男子看雪木被带走，双脚朝崖壁一蹬，整个人如同飞了起来，也往狮鹫离开的方向追去。小瑶，我们也走吧。谢瑶应了一声，轻轻一跳也飞走了。雪木这边，狮鹫飞出没多久，就因为漫天黄沙重新回到地面，靠双腿行进在这荒凉的土地上。而雪木也查看了这只狮鹫的信息，没想到这个美女还是个50级的大佬。那个，
你好呀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我叫艾丽卡。我叫雪木。那个，刚才谢谢你了。我只是想跟你交个朋友，希望你别怪我擅自出手。雪木听了艾丽卡的话，心里充满了疑惑，想了想，他掏出樱桃炸弹卡牌说道：没事，不过刚才如果你再晚一会出手，那条狗就要被炸得外焦里嫩了。艾丽卡见到对方又掏出一张灵卡，也被震惊到。果然没错，这个人身上有不少灵卡，说不定掌握着不少资源点。屁卡？那是什么？看到对方贪婪的眼神，雪木赶忙将卡收了回去。雪木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刚刚有点眼花了，我好像看到你灵卡上的字母是 P。你没看错，就是 P 卡。你没见过吗？看着雪木疑惑的表情，艾丽卡不禁想到，难道 P 卡在华国很常见？不应该啊，我认识的华国执卡者中也没听他们提过 P 卡。雪木咳嗽一声，手上出现一把由5张灵卡组成的小扇子，每张卡都把标有 P 字母的边角露了出来。今天的风儿有点喧嚣啊。一旁的艾丽卡看到这些卡牌，震惊的差点爆粗口。看着这些从未见过的灵卡，艾丽卡焦急地问道：雪木，这 P 卡到底是什么类型的？我怎么从来没见过？这个怎么说呢？雪木故作深沉地思考半天，然后低沉地说道：只能说很强。艾丽卡听到这样的说法，猛然一震，随后结结巴巴地说道：那能给我一张吗？我知道这种卡一定很珍贵，我可以拿别的东西跟你换。终于来了，就等你这句话。这个恐怕我拿2级灵卡给你换。见对方不为所动，艾丽卡咬咬牙道：I4级的灵卡。哼，我不缺灵卡。这样吧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交朋友的，其实我可以给你一张 P 卡，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跟我合作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一起行动，直到我们能离开秘境。灵卡我会在那个时候给你。进入秘境就已经完成任务了，但是现在我还不知道离开秘境的方法。跟着这个50级的大佬肯定容易点，而且说不定还能顺到不少好东西。听到这样的要求，艾丽卡沉思了一会，最后还是答应了下来。好吧，我同意。不过我先说好，如果遇到危险，我会把自己安全放在第一位。看到艾丽卡一副不情愿的样子，雪木也很不爽。明明是我吃亏好不好？你就是在白嫖。那接下来我们去哪？是找强大的灵卡，还是挑战高等级魔兽？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做这些事？难道离开这个秘境跟灵卡或者魔兽有关？但是也不好直接问他，如果被他发现我是个萌新就麻烦了。那什么，我这次只是来旅游的，你想去哪，我跟着你走就好。旅游？求求你当个人吧。算了，管他呢，虽然不知道他实力怎么样，但是能多个打手也不错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这次来是打算猎杀50级的魔兽，提升贝拉的等级。说着，艾丽卡拍了拍旁边的施救，雪木尴尬的笑了笑，随后看了一眼自己的等级 LV15。喵的，我怎么感觉自己在玩火？而且看看人家这施救，这恐怕才是真正的 SSR 级别的卡灵。遭大威吗？气宇轩昂，我自己都是些什么玩意？铁锹、水壶、大西瓜。一般的卡灵在等级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会发生变化，造型和实力都会有巨大的提升，而系统提供的卡灵就没有这个概念。他应该是准备突破第5阶，需要多少经验值来着？个10、100、1000、1000万。如果靠杀丧尸凑数，恐怕要屠城吧。之后又走了2个多小时，两人才走出这片恐怖的风沙区域。如果不是有水壶这样的治疗神器，雪木早就折在这片沙地了。每当雪木感觉要坚持不住的时候，就会拿出黄金水壶痛饮几口，惹得艾丽卡一阵好奇。有那么渴吗？一路上他们也遇到过魔兽，是35级的嗜杀蚁，这还是雪木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魔兽，即使隔着风沙也能感觉他们散发出的恐怖气息。不过这些魔兽也能感应到施救带给自己的压力，没敢上前攻击，所以一路走出风沙区还算平静。贝拉，停下吧。雪木，我们先休息一会，你没意见吧？没意见，当然没意见。终于能休息了，累死我了。那就好，那我去睡午觉了。什么？没等雪木反应，艾丽卡已经跳到施救身上休息了。没办法的雪木只能自己找一块稍微不那么硬的地面坐着休息。由于无事可做，雪木把西瓜投手召唤了出来。虽然之前已经使用过这张灵卡，但这还是第一次见面。西瓜投手，你好呀。雪木双眼发光的看着他第一张正常的 SSR 卡，
这颗西瓜长度大概有1米，额头后方的瓜藤连着一个投掷台，上面摆放着一个小号的西瓜。主人好，我是西瓜投手，是草地上最能打的植物。听着西瓜投手憨厚的声音，雪木心里却想着另一件事。是，小西，你绝对是我手下最强的植物了。那什么，小西啊，我感觉有点渴，你知不知道哪里能找到水？西瓜投手扭了扭瓜藤，憨憨的回答道：不知道。哎呀，现在要是有什么水果能吃就好了。西瓜投手听后，先是愣了一阵，突然一激灵，操作着投掷台把那颗小号西瓜送到雪木面前。主人，你可以吃这个。你这瓜保熟吗？你故意找茬是不是？我产西瓜的能卖你生瓜蛋子，你就说要不要吧。要。雪木接过那颗大西瓜，轻轻放在地上，就准备一个手刀把它劈开。刀下留光，崖壁上方突然冒出一个人影，一边大吼，一边朝雪木的位置冲来，刹那间就出现在雪木面前，一把修长的太刀刚好挡住雪木的手刀。贝拉！就在雪木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的时候，施救暴虐的嘶吼声突然响起，一道带着强大风压的气浪笔直朝突然出现的陌生男子袭来。看到这一幕，男子稍显慌乱，不过随后他立刻出现在气浪前，拔刀向前斩去。免费疾风吧！一道剑气忽地飞了出来，撞在气浪上，然后一同泯灭。艾丽卡表情严肃地盯着眼前的陌生人。等等，你们听我解释，我没有恶意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雪木率先开口问道，他能感觉到对面确实没有恶意，否则刚才对峙的瞬间自己就已经挂掉了。同时也打量起这个陌生人，手里拿着太刀，身穿黑色武士服，造型就像电影里的流浪武士。没想到这小小一块地方居然存在来自3个不同国家的执卡者，原来这秘境还是国际服。我跟踪你们很久了，终于被我追上了。听到这样的回答，雪木赶紧往艾丽卡身边挪了挪。别误会，我只是想吃一口西瓜，没有其他目的。吃西瓜？追这么久就为了吃口西瓜，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鬼子都有。我们哪来的西？刚想说些什么的艾丽卡，突然发现她旁边有一个1米多长的大西瓜，黑乎乎的小眼睛还朝自己眨了眨。艾丽卡看了看西瓜投手，又看了看雪木，疑惑地问道：你之前用过的能力就是这只卡灵身上的？没错。可以吃？那必须的。哦。艾丽卡眼神变化不定，她突然发现雪木的灵卡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之前是一个可以变化成各种东西的绿色小喇叭，后面给他看的 P 卡上画的也是一个大樱桃，现在又多了一个西瓜。难道他家是卖水果的？ P 卡指的是水果类灵卡。话说我好像都没见过他灵卡的威力，唯一一次也就是音速石壁，这种程度很多灵卡都能做到。艾丽卡越想越不对劲，紧紧盯着雪木的脸。雪木被看得浑身不自在，小声问道：你是不是馋了？你有病啊！谁馋你的身体？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嘛？我是问你是不是也想吃西瓜？艾丽卡一听，脸瞬间红了。谁要吃这破西瓜？贝拉，继续睡觉。说完，艾丽卡带着施救去一边休息了。雪木和武士男互相望了望，一脸莫名其妙。自来熟的雪木已经把武士男的情报都搞清楚了。他全名叫柳生洋介，来自岛国的一个武士世家，48级，灵卡就是他别在腰间的太刀，刀名阴霜。眼下二人抱着西瓜吃得不亦乐乎。话说为什么你对西瓜这么着迷？为了吃瓜居然追这么远？雪兄有所不知，在下的家乡在大灾变前，水果价格就贵得可怕，一年也吃不上几次。大灾变后，粮食都不够吃的，水果就更没见过了。雪木在一旁听得暗暗点头，知道你们小日子过得不好，我就放心了。这时杨介突然放下西瓜，叹了一口气。怎么，杨介兄？其实在下还有一个妹妹，想到她已经好久没吃过水果，我就食不下咽。看着满地的瓜皮，雪木吐槽道：没看出来你胃口不好啊？这不是重点，其实我这次进入秘境是想给小妹寻找一个合适的灵卡。然后呢？所以雪木阁下，能不能把你的西瓜灵卡卖给我？不可能，西瓜投手可是我现在最强的输出卡灵了，而且还能自产西瓜。从秘境出去以后，光靠卖西瓜，我都能挣得盆满钵满。杨介双手合十，非常诚恳地请求道：
拜托了。雪木看着杨介，突然想到一个好点子。这样吧，西瓜投手我肯定不会给你的，不过类似的灵卡我还有很多，我可以跟你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很简单，在离开秘境之前，你都要听我的命令，我让你杀哪头魔兽，你就杀哪头魔兽。没问题。杨介答应的相当干脆，根本不在乎自己能不能打得过那些高级魔兽，而且猎杀魔兽的魂晶都要归我，这样在离开秘境的时候，我可以给你一张水果的灵卡。没问题。嘿嘿，又多一个强力打手，再让我碰到那个喜欢射箭的野人，非得把他揍得亲妈都不认识。休息好后，众人继续赶路，说是赶路，其实就是漫无目的的瞎逛。为了不暴露自己萌新的身份，雪木多一个问题都不敢乱问。就在雪木着急该怎么破局的时候，天空突然黑了。雪木抬头望向天空，发现是一只身长近100米的巨龙正从他们头顶飞过。魔龙那暗灰色的庞大身躯遮住了整片天空，巨大的龙翼每次扇动都会产生一道恐怖的风浪，全身上下都是由漆黑的火山岩组成，即使离得很远，雪木也能感受到那散发出来的热浪。巨龙并没有注意到地面上的众人，没过多久，阴影散去，阳光重新照射在大地上，此时3人才敢正常呼吸。太恐怖了。80级灰烬魔龙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雪木下意识说出看到的信息，却让刚从震撼中缓过来的艾丽卡又把注意力转移到他身上。是呀，雪兄，你怎么知道这只魔兽的名字甚至级别？这个吗？实不相瞒，其实我以前见过那个魔兽，我的一位朋友还跟他较量过。什么？看着雪木自信满满的样子，不像在说谎，两人也没有再继续问下去。而艾丽卡对于雪木之前所说的皮卡可信度又提升不少。看来要尽快找到一只50级的魔兽，最好那只魔兽还手负着某张强力的塞尔灵卡，这样就可以完成任务，我也能获得一张 P 卡了。雪兄，艾丽卡，你们快看！杨介突然指着天空大喊一声，二人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，发现空中有几个飞行类的卡灵，载着人类向某个方向奋力飞着。他们这是要干嘛？看他们前进的方向，他们去追那条龙。沉思片刻，艾丽卡又开口道：看样子他们是准备追到那只巨龙的老巢，但是我不认为他们有能力击杀巨龙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我还没见过可以跟80级魔兽对抗的纸卡者。说到这里，艾丽卡看了雪木一眼，而雪木则是马上挺直了腰杆。强大的魔兽周围会出现强大的灵卡，像这样的巨龙周围出现 XF2 级别的灵卡都是有可能的，那些人应该是这个目的，所以我们也追上去吧。我没意见。这俩人有毛病，赶着去送死不成？毕竟2个不到50级的纸卡者，外加一个15级的萌新，想从众多竞争者中抢到灵卡，几乎不可能。雪木刚想编个理由劝说一下，却惊讶地发现附近出现不少纸卡者都在往那个方向狂奔，其中就有一个熟悉的身影。看我一会不玩死你！走走走，快追，千万别跟丢了。转眼间，狮鹫带着3人飞上天空，朝着巨龙的方向急速追去。我们先不要去追前面那些家伙。那你想怎么样？地上那群人应该跟前面的人是一伙的，我们先把他们的地面部队干掉，要不然就这样冲上去，待会迎接我们的就是来自天空和地面的双重夹击。杨介在一旁听得连连点头。艾丽卡虽然表情不爽，但还是听取了雪木的意见。贝拉，去追那些地上跑的家伙。另一边，一支3人组成的队伍正沿着峡谷边缘飞速狂奔，他们每个人都有明显的兽化标志，四肢皮肤都发生了变异。其中一个狼人突然停了下来，另一个鼻子上长了巨大尖角的男人不满地问道：阿泰，停下来干什么？再不跟上就要耽误了黑爪大人的计划。有人来了。你是不是聋了？有人来了。众人顺着阿泰的目光朝天空望去，只见一只金光闪闪的巨型狮鹫快速冲着他们飞来。狮鹫背上，雪木兴奋地喊道：贝拉，快冲，撞死他们！还要完呢！狮鹫加速俯冲，直接撞在人群中，这一下把地面都撞出一个大坑。兽人群虽然堪堪躲过撞击，但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。坑洞中央，雪木从狮鹫背后探出头，一眼就看到那个狼人，40级的苍狼。雪木又看了一下其他兽人，基本都是40级左右的样子。这种阵容对此时的雪木根本不够看。杨介跳下狮鹫，对着身后的2人说道：雪兄，艾丽卡小姐，之前承蒙关照，这几个人就交给在下吧。
执卡者之间可以通过感应卡灵的强度来判断对方的实力。杨介虽然不能像雪木一样直接看到对方的等级，但是也大概能判断出他们跟自己的差距，所以杨介很自信能解决这些敌人。杨介，你别下死手，我还有一些事要问他们。雪木也赶忙插嘴道：“只要打不死，就往死里打，特别是那只灰狗。”在下明白。下一秒，杨介脸上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，先是闭上眼睛，随后他的眼睛和刀刃上的寒光同时亮起，瞬息间，刀光与残影交错，空中出现一道道银白色的切线，整个空间如同被定住，然后被这些电痕切得四分五裂，而地上的兽人们每个人都失去了身体的一个部位。哎呦，这么牛逼！这是绝技。艾丽卡看杨介的眼神里多了一份兴趣。突然，被砍下尾巴的阿泰猛然暴起，往杨介的位置扑去，而杨介只是单手握刀，随即往对方冲来的方向一挥，砰的一声轻响过后，狼人整个拍在地上，头也被武士刀死死压制住，任凭他怎么挣扎都无法抬起头来。雪兄，很抱歉，本来还想让你亲手解决的，不过一想到这家伙之前愚弄你的事，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。血腥的画面配合杨介的微笑，让雪木有点不太适应，连忙摆摆手道：“没事没事，你高兴就好。”2000 years later， 其余两人被分散在不同地方，分别接受艾丽卡的盘问。只有这狼人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。原本想折磨一下这个野人的雪木，感觉到他的气息越来越微弱，内心有点不适。他快死了吧？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，应该活不了了。阴霜的攻击会让寒气从伤口处蔓延至全身，使他的血液加速凝固。杨介说这段话时语气非常平静，好像即将死亡的只是一只无关紧要的动物。但是刚从现代社会穿越而来的雪木却不太适应，思考片刻，雪木掏出黄金水壶，对着阿泰身上浇起水来，这让观察雪木的杨介变得不镇静了，因为他发现这野人身上的伤口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。一旁正在审讯的艾丽卡也注意到了这边的情况。那东西不是用来喝水的吗？怎么还有这样的？不一会，艾丽卡已经把消息审问好了，三人聚在一起讨论起来。他们不是去追魔龙？你刚才不是分析说他们去寻找被魔龙看守的灵卡吗？话没说完，雪木就发现艾丽卡黑着脸狠狠地瞪着自己，吓得雪木赶紧闭嘴。他们是救世教会的人。这次行动的目的是收到一个被称为黑爪大人的命令，围堵一个女执卡者。围堵一个女执卡者，是为了她的灵卡吗？没错，听说那个女人拥有一张 SSR 级别的灵卡。什么？杨介听到这个消息，情绪异常激动，但是雪木却表现得兴趣缺缺，毕竟他手上已经有好几张 SSR 级别的灵卡了，而且系统外的灵卡他也用不了。看着艾丽卡和杨介脸上狂热的表情，雪木试探性的问了句：“你们不会也在打什么坏主意吧？”艾丽卡赶忙摆手：“我不是，我没有，你别瞎说呀！我告诉你回谤啊！他回谤我呀！我只是想去看看 SSR 级别的卡灵是什么样的。”俺也一样。你们手里的灵卡不是 SSR 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的卡灵是 SSR 了？你当 SSR 是大白菜啊？在下的阴霜只是 SR 级别而已。他们的 SR 都这么厉害，为什么系统给的 SSR 还这么弱？那你们两个现在打算去追了？总不能让旧社会的人得到吧？那里的人可都是疯子，一直致力于消灭所有执卡者。在下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无奈的雪木只能同意了他们的要求，随后把几个兽人绑在一起，众人就乘坐狮鹫继续追击了。与此同时，在秘境的某处，一名身穿黑色晚礼服的少女正在快速飞行着。突然，她刚刚经过的一处土地碎裂开，一个浑身被泥浆覆盖的身影从中冒了出来。这附近所有5阶以下的魔兽都被我手下引开了，你没有机会打开空间漩涡离开这里。远处的少女听到他的声音也停了下来。这次我们本来只是准备多猎杀一些进入秘境的执卡者，没想到居然遇到了你。一张 SSR 的价值可是无论多少 SR 都比不上的。哼，想要我的灵卡，看你有没有那个能力。话音刚落，谢瑶的身影直接出现在黑爪面前，并向前推掌发出一道冲击波，攻击接触到黑爪的瞬间，对方由泥浆构建的身体直接爆炸开来。见此情形，谢瑶并没有放松，
而是迅速从原地闪开。就在他离开的瞬间，一大块泥浆直接击打在他所站的位置。谢小姐，你的攻击对我是没有效果的，别白费力气了。黑爪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，让谢瑶摸不清对方的位置。那又怎么样？你也伤不到我，不是吗？谢瑶不停调整自己的站位，想要找出黑爪。虽然谢瑶经常跟丧尸魔兽战斗，但是和其他执卡者之间的争斗还是很少的，更别说是这样难缠的对手。谢瑶再次发动能力，引爆了曼陀罗花，草原上瞬间烟灰弥漫，而他趁着这个时机催动力量，猛地朝远处的密林飞去。烟雾散去，黑爪的身影再次出现。你跑不掉的。三人乘坐着狮鹫一路朝旧市会的方向追去。由于没办法靠打怪赚钱，雪木把阳光菇和向日葵放了出来，靠它们慢慢积攒阳光。随便吃了点东西，众人就休息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狮鹫的叫声把熟睡的三人吵醒。经过一夜飞行，此时的地貌已经从荒凉的沙漠变成草原了，而且在远方还出现了一望无际的森林。你们看，那森林上空飞的好像就是之前那些家伙。雪木看向艾丽卡指的方向，心里一惊，完了完了，这么大的秘境居然真让他追上了，一会儿不会打起来吧？我只有15级，真动起手不就露馅了吗？贝拉，快把前面那些家伙打下来！狮鹫听到命令，一个加速就向人群冲了过去。就在靠近森林边缘的时候，远处的鸟类卡林突然从双翼发射出大量羽毛攻击，狮鹫急忙侧身躲避，这让还在思考怎么阻止战斗的雪木直接从狮鹫背上掉了出来。一路下坠，从茂密的树叶中穿过，稍微降低了雪木的下降速度。小吞，小吞，快出来！听到雪木的召唤，吞噬射手立刻现身，变成绿色大气球，带着雪木缓缓下降。小吞，支援的很及时，下次抽到化肥一定给你。你别给我添乱就不错了。为了以防万一，雪木又把向日葵和杨桃召唤了出来。毕竟秘境里的魔兽还是很危险的。安排妥当以后，雪木又看了一眼森林上空，两方人马正在空中打得火热。刚顺身斩落一直飞行林卡的杨介，疑惑地问道：“我们不去找雪兄吗？找他干嘛？你还怕他出事啊？我们两个被干掉，他都不会有事。先把这些旧社会的小卡拉米解决了，再去找他吧。”有道理。说完，杨介又是一个闪身，朝着对面的目标砍去。密林深处，一个黑色人影站在树枝上，关注着空中的战斗。这两个家伙太强了，得赶紧向大人禀报。远离战场的地方，雪木已经离地面只有几十米了。小葵，这边有虫！小桃，那边有条蛇！快，打死它！一顿叽叽喳喳的操作，雪木终于落在地面上，然后直接把昨天收集的阳光兑换了一个10连卡包。两个不称职的保镖到现在都不来救我，还得我自己想办法保命。开出5张没用的 N 卡和2张化肥以后，终于出了一张作用巨大的2卡芦笋战机。Nice 兄弟！终于有一张正经的飞行系灵卡，再也不用看小吞的脸色了。剩下的2张卡牌分别是 P 卡土豆地雷和 SR 卡高坚果。这森林太危险了，得赶紧想办法把等级升起来。我现在手上有2张土豆地雷，埋一起的话都可以炸死一只4阶魔兽了。想好方法，雪木开始行动起来。先是把食人花召唤了出来，他虽然没有眼睛，但是嗅觉很灵敏，可以让他来寻找合适的魔兽。小心翼翼在丛林里走了一段时间，突然食人花提起脑袋，朝着某个方向望去。找到猎物了！太好了，食人花你可真棒！雪木赶忙往那个方向摸了过去，留下脸红的食人花原地待命。猎物应该就在这里面了。扒开草丛，前面是一个小洞穴。雪木对食人花的嗅觉还是比较信任的。确定好位置，雪木开始布置陷阱，直接把2个土豆地雷召唤到洞口前面的空地上。一阵光芒闪过，土地上冒出2个金属天线。正常的土豆地雷要1个小时才能成熟，但现在雪木可没那么多时间等，于是掏出之前抽到的化肥，直接倒给2个小土豆。倒完以后不放心，雪木又拿出黄金水壶给他们浇点水，瞬间土地开始蠕动，2颗睁着大眼睛的土豆雷冒出了头。这回就要靠你们2兄弟了。放心吧，主人。植物卡毁坏以后，
植物并不会死亡，而是回到系统空间等待下一次被抽到。所以雪木很不理解为什么倭瓜那么狗，陷阱布置好就需要进洞勾引魔兽了。雪木掏出芦笋战机，使用了附身功能，下一刻他背后出现了2个喷射器，手臂上也出现了2个子弹发射器，万事俱备，就差自己去作死了。雪木看了看漆黑的洞穴，咽了口唾沫，掏出一张大蒜卡，笔直朝洞穴深处飞了进去。洞内的野猪一家5口正在享用美食，突然一股恶臭席卷了整个洞穴，3只体型较小的野猪倒在地上痛苦的翻滚，2只大野猪也被熏得眼冒金星，其中1只找准洞口不要命似的逃了出去，其余野猪一看也立马跟上。站在洞口的雪木听着里面的动静，紧张到不行。突然洞穴深处传来震耳欲聋的碰撞声，雪木脚下的地面也开始震动，紧接着2头巨大的野猪冲了出来，雪木的心都提到嗓子眼，赶忙催动背后的发射器，边后退边大喊道：“你过来啊！”可是2头野猪好像根本没注意到雪木一样，双双从他2侧绕过，玩命似的奔向森林。这2只猪是近视吗？送上门的食物都不看一眼的。无奈的叹了口气，雪木用意念收回了洞穴里的大蒜。就在雪木以为行动失败的时候，从洞口又跌跌撞撞跑出3只小1号的野猪，它们软绵无力的4肢勉强支撑着跑出了洞口，然后齐刷刷的趴在地上，再也不动弹了。雪木瞪大了眼睛，不可置信的说道：“还有意外收获？我都还没出手，这3只猪是被大蒜活活熏死的。”就在雪木感慨大蒜是张神卡的时候，击杀魔兽获得的经验让他连升7级，并且由于是第1次击杀魔兽，系统还奖励了2颗能量豆。虽然没干掉那2个大家伙，不过现在的收获也不错，而且连土豆地雷都没用，这波不亏。把土豆雷收回卡牌，雪木又来到野猪尸体前。这当父母的也太不负责了，只知道自己跑，孩子都丢下不管了，还要我来帮他们收尸。说着，雪木掏出铁锹，对着猪头狠狠拍了下去，把3只野猪的魂晶兑换成阳光值，加上击杀魔兽的奖励，雪木现在已经有3万的阳光。第一次有这么多阳光，看我把你系统商店抽空。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先来给100连抽。就在雪木得意时，系统却提示道：由于宿主已经达到3阶，每次抽卡所需阳光只由100改为1000，宿主等级每提升2阶。各方面所需要的费用也将发生变化，所有费用直接提升10倍。雪木感觉又被系统狠狠坑了一把，早知道不升级，直接让阳界给我提供魂晶兑换阳光了。虽然非常气愤，但雪木也只能认栽。哎呀，烦的一批！系统来2次10连抽，看着3万的阳光值瞬间少了2万，雪木心里一阵抽搐。不过这次抽出的卡牌也刷新了雪木对系统的认知。S2 进化卡双生向日葵，作用于向日葵卡牌，可以使其进化为双生向日葵，生成阳光数量和伤害都将翻倍。SSR 变身卡太阳焰珠，作用于向日葵，使其具有进化为焰火向日葵形态，大幅度提升杀伤力，每次变身时长3分钟，冷却时间12小时。哎呦，这么牛逼！有了这2个卡，向日葵也能变成大杀器了。压制住激动的心情，雪木将注意力转向其他卡牌。R 卡报纸僵尸、铁桶僵尸，难得又出了2张僵尸卡。P 卡爆炸坚果，这个也不错。还有一个新的 S2 卡苹果迫击炮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张卡要交给阳界了。毕竟我现在还不知道离开秘境的方法，迟早还要跟那2个背信弃义的家伙会合。不过在把灵卡给他之前，必须让阳界给我多弄几颗魂晶。系统规则改了以后，雪木召唤这张苹果迫击炮需要消耗2500阳光值。为了提高收集阳光的速度，雪木先把进化卡对着向日葵使用了，一阵炫目的光芒过后，向日葵又长出一个新的花冠。主人好。稍作休整以后，雪木启动喷射器慢慢升空，准备去找艾丽卡和杨健。结果刚飞起100米的高度，远处突然传来一道惊天动地的爆炸声，整个秘境都随之震动起来。接着就是一道猛烈的热浪扑面而来，雪木直接被这股强大的力量掀飞出去，狠狠地砸到一棵粗壮的大树上。什么情况？雪木重新飞上天空，向远处望去，隐约能看到一些火光和冲天的黑色烟雾。那是高等级魔兽在战斗，还是那个拥有 SSR 的纸卡者在战斗？思考片刻，
雪木决定去一探究竟。虽然此时自己只有22级，但是3阶的魔兽他基本都能解决，加上那几张 P 卡，就算遇到高等级的魔兽也有一战之力。最好是高级魔兽在战斗，说不定过去以后还能捡个人头，那我不得起飞了。到时候什么救世会，什么黄金施救，什么破太刀，怕我小葵一顿嘴炮，统统撂倒。某处的天空，艾丽卡和杨介也看到了远处的大火。救世会的那些家伙都跑了，我们要不要先去找找雪兄？艾丽卡却激动地说：不用管那个家伙，他肯定不会有事的。你看刚才的爆炸，肯定是 SS2 的卡琳在战斗，我们也去看看。说完，艾丽卡就催动施救往大火的方向飞去了。雪兄不是在下不去找你，实在是身不由己啊。此时的爆炸中心，四周都被大火覆盖，一位身穿礼服的女子正飞在半空中，静静盯着火焰中的黑色人影。虽然我是6阶持卡者，但是正面对抗的话，跟5阶的 SSR 还是有很大差距啊。黑沼旁边突然出现一个人影，关切地问道：大人，您没事吧？黑沼没有理会，对着空中的女孩喊道：谢瑶，你以为我卖你这个破绽是为了什么？我等着替你收尸。谢瑶没有理会黑沼的说辞，直接幻化出一把黑色镰刀，笔直朝着他冲去。就在这时，一旁的水潭中突然出现2条巨大的触手，一条射向空中的谢瑶，另一条朝黑沼2人拍去。小瑶，当心！听到曼陀罗的提醒，谢瑶猛地侧向另一边，但还是被粗壮的触手拍打到，然后猛地倒飞出去。而魔物的出现，黑沼好像早有预料，直接将手臂插入手下的身体，瞬间吸干了他的血液。随即黑沼身上已经掉落的泥沼再次覆盖住他的身体，触手落下后，黑沼直接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此时的雪木已经快飞到爆炸中心了，还是芦笋战机好呀，速度又快，而且想怎么飞就怎么飞。前面是什么东西？一个不明物体直接跟飞行中的雪木撞了满怀，而雪木又以同样的姿势被砸在树上，只是这一次更加严重，差点被撞晕过去。缓了好一会，雪木才发现撞进自己怀里的居然是个女人。此时他闭着双眼，眉头紧锁。放开他！听到耳边传来的声音，雪木才注意到女孩身后不远的地方有一道女人虚影，只是这道虚影的状态也是相当虚弱。如果我现在放开，她就掉下去了。听到这样的回答，曼陀罗没有再说话，而是审视起眼前这个人。他是当初在峡谷引起混乱的奇怪家伙，难道他跟那个黑爪是一伙的？你那是什么眼神啊喂？明明是他自己扑过来的，而且受伤的也是我。看他的形态，难道是传说中的 SSR 卡琳？低头望向怀中的女人，果然弹出信息。他快死了，我现在给他治疗，你最好别轻举妄动。听到男人的话语，曼陀罗双手冒出幽光，不过最后他还是没有动手，因为他很清楚谢瑶现在的状况，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疗，几分钟以后他可能就会停止呼吸。虽然不相信眼前这个男人有能治愈谢瑶的能力，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。紧接着雪木拿出水壶往谢瑶身上浇去，雪木拿出水壶对着谢瑶浇起水来，湖水很快渗入到谢瑶的伤口，随即这些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着。曼陀罗一脸难以置信，这也太神奇了。外伤痊愈以后，雪木又朝谢瑶的口中灌水，几秒钟后，雪木着急地问道：为什么我的湖水进不去？就算是昏迷了，我的湖水也能自主渗透，可是为什么对他没有效果？曼陀罗愣了一下，是因为我现在还是附身状态，他的身体会自动排斥外物进入体内。那你快解除附身效果呀！不行，如果解除附身，以小瑶的身体根本无法扛住现在的伤势，他体内的伤势太严重了，除非什么？除非让他自己喝下去，也就是先让他醒来。这不是跟没说一样吗？他现在已经重度昏迷，怎么弄醒他啊？大蒜，你再加把劲，相信自己，你是最臭的。终于在大蒜的不懈努力下，雪木被熏死的前一刻，女孩突然坐了起来，大声咳嗽着。小瑶，你真的醒了？曼姐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这个家伙又是怎么回事？雪木看到女孩醒来，立马收回大蒜，然后提醒道：你最好赶快把水喝下去，要不你的身体可扛不了多久。他说的没错，这水的功效非常好，你快喝下去。虽然刚刚苏醒，还没搞清楚现在的情况，
但是听到曼陀罗的话后，谢瑶没有任何迟疑的抱起水壶开始喝水，毕竟他是谢瑶在这个世界上最信任的人了。几口水下肚，谢瑶明显感觉一股力量正在不断修复他的身体，钻心的疼痛也慢慢散去。谢谢。没事，举手之劳而已。曼陀罗也满脸感激的对着雪木鞠了一躬，随后便隐去了。此时的谢瑶却愧疚起来，之前对方遇到困难我没有出手相助，现在却反被对方救了。你为什么会来这里？虽然你的实力比之前高了不少，但是这里也不该是你这个等级来的。你见过我？进入秘境时的峡谷，我也在那里。等等，你怎么知道我实力变化的？你能看到别人的等级？此时的雪木心里慌的一批，以为这个女人也有类似自己可以看到别人等级的能力。还好双方没有什么利益纠葛，要不雪木现在已经飞得不见人影了。赶紧岔开话题，别让他注意到黄金水壶。对了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从那边飞过来？刚才是我跟黑爪在那里战斗，不行，我要去确认一下，看看黑爪那个家伙死了没有。你的伤刚好，为什么还要回去？就在这时，不远处的火海传来嘈杂的喊叫声，周边的树木也一颗颗的倒塌。怎么感觉这叫声莫名的耳熟？那边还有什么？好像有一只很厉害的魔兽，我刚才就是被他的触手打飞的。他被你惹毛了？我也不清楚，那只魔兽一直躲在湖里。刚才的爆炸是你弄的吗？是的，我释放了绝技，差点就把黑爪解决了。好，你在人家门口放炮，没被当场拍死算你命大了。这样说来，刚才的叫声肯定就是艾丽卡发出的吧？他可是一直惦记着亲眼见识一下 SSR 的威力。那只魔兽有多少级？从刚才的攻击来看，应该有6阶，可能快到7阶了吧。什么？听到远处传来的惨叫，雪木立马紧张了起来。快，我们一起过去。你等级这么低，过去找死吗？我有2个朋友在那里，我得去救他们。你还能去救别人？瞧不起谁呢？你不也是我救的？说完，雪木直接催动喷射器飞向森林深处。谢瑶看着离开的男孩，摇摇头也跟了上去。两人刚刚离开，不远处一棵树后，全身被泥浆包裹的男人慢慢显露出来。可恶，好不容易把谢瑶打成重伤，居然被那个家伙治愈了。10分钟前，此时艾丽卡和杨介刚刚到达爆炸区域上空，目之所及除了爆炸产生的巨坑和正在燃烧的森林，再无他物。好像什么都没。杨介，你看到人了没？在下也是什么都没发现。哎，肯定是来晚了，都怪雪木，要不是他拖我们节奏，我早就赶来了。雪兄是怎么拖我们节奏的？他害我犹豫了，犹豫要不要找他。杨介张了张嘴，没有说话。我怎么没发现你犹豫过？正当二人准备离开去找雪木时，旁边的湖水里突然探出一只粗壮的触手，狠狠抓住了空中的狮鹫，用力向下搓拽。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毫无准备的艾丽卡从狮鹫背上掉落下去。杨介双腿张开，身体下蹲，找准时间使用了绝技，但是寒光闪过，杨介脸上露出了震惊之色。自己的感击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斩断触手，只是在上面留下道道刀伤。不过强烈的疼痛感还是让怪物松开了触手。重获自由的狮鹫立即冲入湖中救起了艾丽卡。艾丽卡小姐，请快离开这里，在下断后，要不然我们都走不了了。突然，整片湖水开始沸腾，无数气泡浮出水面，然后爆炸。顷刻间，整片湖水都被墨绿色浓雾所笼罩。随后，那只隐藏在湖底的魔兽终于展露了身姿，那是一只暗绿色的巨型章鱼。狮鹫扇动翅膀，制造了一个风之屏障，抵挡雾气的侵入。就在二人愣神之际，一条触手直直射向跪在地上的艾丽卡。小心！杨介直接跃上半空，挥动刀刃，企图抵挡触手的杨介如炮弹般被拍飞出去，在地面上砸出一个深坑。艾丽卡稍微缓过神，强撑起身体跑到杨介的位置，把他搀扶起来。贝拉，我们快走！狮鹫听到主人的招呼，快速朝艾丽卡的位置飞去。可随即他发现主人头顶上空出现4条整齐排列的触手，朝着那个方向狠狠拍下。狮鹫嚎叫一声，猛地朝空中的触手冲去。双方接刺的瞬间，狮鹫身上不断冒出金色的光晕，抵挡着触手的前进。贝拉！艾丽卡焦急地喊道。此时的杨介也清醒了过来，
抬头看着上方不断暗淡的金光，急忙把艾丽卡推向远处。艾丽卡摔倒在地的同时，巨大的震动传来，只见那4只恐怖的触手已经狠狠拍在刚才的地面上。贝拉，阳界！艾丽卡痛苦的尖叫起来。突然，她惊讶的发现，最外沿那条触手被缓缓抬起，露出一个浑身浴血的男子。快走，去找血兄！杨介和施救被章鱼的触手狠狠压制住，艾丽卡已经无法继续战斗，只能艰难的站起身子，转身向森林里跑去。可是还没等她跑出几步，有一条触手朝着她的位置拍来。此时艾丽卡再也没有抵抗的能力，闭着眼等待着触手的落下。别哭了，难看死了！就在艾丽卡绝望之际，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传来。抬头望去，正是雪木站在自己身边，而两人正上方是一位身穿礼服的女子。女子面前漂浮着一朵巨大的曼陀罗花虚影，抵挡着章鱼那恐怖的触手。贝拉还有杨介都快不行了，你快去救救他们！谢瑶听到艾丽卡的话，赶忙催促道：“你们快走，这种魔兽不是我们能对付的，能救出它已经是极限了。”艾丽卡听到这句话，默默低下了头。她心里清楚，这话说的没错。走？开什么玩笑？来都来了，不把这怪物收拾了，我才不走。雪木拿出黄金水壶给艾丽卡治疗，而对方则是用诧异的表情看着他。正在抵御魔兽的谢瑶怒吼道：“这时候还逞什么能？快点走啊！”我说了要干掉他，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？雪木边说边往湖边走去。谢瑶刚想阻止他，却发现他手上出现好几张灵卡，就决定是你了。三叶草。雪木先召唤出2张恩卡三叶草，光芒闪过，2棵小草出现在湖边，并且开始奋力转动自己的3片小叶子。紧接着湖边涌起剧烈的狂风，那些弥漫在四周的绿色雾气很快被这阵狂风吹散开，魔兽的真身也被展露出来。61级毒弹章鱼。紧接着雪木又甩出1张灵卡，扑通一声，灵卡落入水中，并没有卡灵出现。而大章鱼看着朝自己漫步走来的人类，感觉自己的威严受到践踏，直接调动6条触手向雪木拍去。小心！就在谢瑶和艾丽卡担心雪木躲不过这道攻击时，章鱼的6条触手突然僵在空中，无法动弹。开始你的表演吧，缠绕水草。霎时间，在场所有人都瞪大了双眼，注视着湖水中新出现的巨物。那无数根从水潭中冒出来缠绕住敌人的水草，如同上万根绳索牢牢套在章鱼身上，无论他怎么挣扎都无法摆脱。甚至随着章鱼的挣扎，水草的缠绕也越收越紧。绑好了，别松手啊！眼看怪物已经被控制住，雪木又掏出那张倭瓜卡，将其召唤了出来。我告诉你，倭瓜，你这次如果还不干活，看我拿你做下酒菜。其实雪木也不想用这个家伙，只是目前的情况只有倭瓜最合适。土豆地雷需要种在地里才能发挥作用，爆炸坚果需要被人啃食才会爆炸，用樱桃炸弹又有显不太划算。倭瓜一脸桀骜不驯，嚣张的喊道：“你敢吃一个试试？”哎呦我的妈！雪木被倭瓜的态度气得火冒3丈。可恶，这家伙真是耽误事，水草的控制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你他喵的快给我跳啊！我不跳，要跳你自己跳。哼！倭瓜眉毛一甩，摆出一副欠揍的表情。没办法，雪木只好掏出最后的底牌樱桃炸弹。就在这时，一位身穿黑色礼服的女孩率先冲了出去。半分钟前，眼看雪木使用缠绕水草将章鱼怪控制住，谢瑶露出不可置信的神色。在他的视线里，魔兽身上泛起红色光晕，这说明魔兽的血量已经降低过半。SSR 卡血色曼陀罗拥有超脱规则的能力，不论等级，只要敌人血量降到50%以下，就可以将其一击斩杀。那个家伙居然一招就让这魔兽的血量降到50%以下，难道他真的能杀死那只怪物？小瑶，怎么了，曼姐？赶快去把那只魔兽杀掉。不用了，曼姐，那人好像真的能做到。等等，你的意思是？小瑶，那只魔兽恐怕已经达到7阶，你要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虽然不知道那个小子用了什么手段，但是他最多也就3阶的实力，7阶魂晶他根本吸收不了，只能跟别人交换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让我们得到。可是，听到曼陀罗的话，谢瑶犹豫了起来。他从来没想过自己也会有抢怪的时候。
我们还不清楚那个男孩的实力，万一他失手了呢？现在魔兽被控制住，正是出手的好机会，别犹豫了，大不了我们以后补偿他。谢瑶闭上眼思考片刻，终于下定了决心。曼姐，我们上。说罢，谢瑶身上突然涌现出诡异的能量，手上巨现出一把漆黑的镰刀，然后猛然跃起，飞到章鱼怪面前。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，他静静漂浮在空中，高高举起镰刀，而他的身后也出现一道巨大的虚影，摆出同样的姿势。片刻后，谢瑶轻轻挥动镰刀，当镰刀接触到章鱼的瞬间，他身后的虚影也开始做出同样的动作。巨大的镰刀从章鱼近100米高的身躯划过，紧接着章鱼怪停止了所有动作，他的身躯中间出现了一道贯穿的裂痕，随后整个身体一分为二，缓缓倒了下去。而此时的雪木手里拿着的樱桃炸弹还悬在半空，半张着嘴巴发不出声音。本来他看到谢瑶挺身而出还很是感动，以为他是担心自己的安危，直到他发现这只61级的魔兽居然被谢瑶瞬秒，并且取走魂晶，他才反应过来，我这是被抢怪了。此时谢瑶也飞回地面，刚想开口解释自己的行为，就被雪木抬手制止了。你别说话，我不想理你。上集回顾，就在雪木跟倭瓜争论不休时，谢瑶听从了曼陀罗的建议，直接秒杀了被控住的章鱼怪。看到这一幕，雪木内心深恶痛绝。可恶，你杀怪又不能升级，想要魂晶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一下？我来击杀，把魂晶给你又不是不行，白白浪费我1000多万的经验值。对不起，这颗魂晶对我真的很重要，之前也是，真的很感谢你。雪木不屑地把头转过去，没有理会。要不是打不过你，我还能留你在这说话。我叫谢瑶，暂时待在魔都普西那边，你可以来找我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补偿你。听到这句话，雪木直接被气笑了。这女人居然还敢报地址！行，你给我等好了，今天你抢我的怪，他日我踏平魔都，让你无怪可刷。看雪木一句话都不说，谢瑶内心相当愧疚。走吧，小瑶。耳边传来曼陀罗的声音，谢瑶随即掏出自己的灵卡，另一个手拿着刚获得的魂晶。魔兽魂晶和灵卡碰撞会在秘境内产生空间漩涡，从而打开通往现实世界的大门。说着，谢瑶将左右手的东西轻轻一碰，他身后立刻产生一个黄色漩涡。每个从现实世界进入秘境的人身上都会被留下一层空间印记，从这里出去以后，你就能回到原来的地方了。再见了，虽然还不知道你的名字，但我一定会记住你的。说完，谢瑶回退几步，走进了漩涡。当雪木看向刚才的位置时，谢瑶已经没了踪影，只有正在慢慢消失的漩涡。他是在教我离开的方法，他怎么知道我不会的？突然，雪木想起什么，惊呼道：“差点忘了他们两个！”说完，赶忙跑到杨介的位置。此时的杨介双腿已经陷入土地里，浑身是血，呼吸也非常微弱。哎，可以，还好，还有呼吸。庆幸后，雪木又拿出黄金水壶往他身上浇灌。雪木，你快来啊！快救救贝拉，她快不行了。听到艾丽卡的呼喊，雪木赶忙抬头望去。此时的女孩跪在施救身前，干净的衣服上沾满了鲜血，而一旁施救躺在地上，闭着眼睛，没有一丝动静了。雪木，你不是有能把所有伤都治好的水壶吗？求求你，快救救贝拉吧！艾丽卡边哭边祈求着，但是在雪木眼中，施救的信息已经再明显不过。雪木缓步走到艾丽卡身边，轻轻说道：“艾丽卡，贝拉她已经死了。”你说谎，贝拉只是受伤了，她不会死的，她可是 S2 的卡琳。艾丽卡不甘地吼道，虽然她心里已经非常清楚，贝拉已经死了，那张保存在口袋里的黄金施救灵卡已经破碎消失，但是她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。雪木在艾丽卡身边蹲了下来，轻声安慰：“别哭了，不好看。”望着伤心的艾丽卡，雪木只能默默陪伴在其身旁。傍晚，森林的大火已经熄灭，杨介大口吃着西瓜恢复体力。多亏了雪兄，要不我没被那章鱼拍死，也要饿死了。能慢点吃吗？又没人跟你抢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这是答应给你妹妹的灵卡 S2 卡苹果迫击炮。雪兄，你让在下如何感谢你是好啊？
哎呦我去，这啥呀这是啊！行了，一个大男人，别这么煽情。杨介接过灵卡，将其召唤了出来。眼看这一人伊卡灵疗的投机，雪木走向湖边。此时的艾丽卡还沉浸在失去贝拉的悲伤中，但已经能接受这个事实了。这张灵卡给你吧。雪木掏出一张刚刚得到的 S2 灵卡碧水剑，这张卡正是章鱼怪守护的灵卡。由于担心艾丽卡坐在湖边受到毒气的影响，雪木用黄金水壶净化了湖水。咦，水下那个发光的是什么？海蘑菇，你去看一下。好的呢。居然是张灵卡。我不要，我不喜欢这种类型的灵卡，我会重新寻找适合我的，不需要你可怜。我没可怜你，我只是……这可是你的战利品，魂晶都被人抢走了，难道灵卡还要送给别人吗？你可真是个老好人。你看到了？我当然看到了，还有你鬼迷心窍的样子。说完，艾丽卡气呼呼的走开了。莫名其妙。雪兄，艾丽卡小姐，怎么了？二位，此次城门关照，我已经为小妹寻得灵卡，所以准备离开了。现在就走？你身上有魂晶吗？当然，之前与旧市会成员战斗时，在那森林中遇到不少魔兽，在下就顺手解决了一些。随后，杨介从身上掏出一堆魂晶。我操！看着满地的魂晶，雪木双眼直冒绿光。按照之前的约定，这些魂晶应该都是给雪木的。突然，艾丽卡直接将地上的魂晶撸去一半。你在干什么？这些都是我放在杨界内的，跟你没关系。眼睁睁看着魂晶少了一半，雪木感觉自己好像要窒息了。不过考虑到艾丽卡已经失去灵卡，一切要从头开始，所以也没有多说什么。那么，雪兄，艾丽卡小姐，有缘再见了。杨介拿出一个蓝色魂晶和自己的灵卡轻轻碰了一下，随即背后出现一个黄色漩涡，目送杨介走进漩涡。雪木又转身看向艾丽卡，这个是之前承诺的 P 卡。这是答应给我的报酬吗？你还没告诉我 P 卡到底是什么？ P 卡只能使用一次，用完就会消失。啊？那这种卡有什么用？ P 卡可是我手里的王牌，他们虽然只能使用一次，但是拥有无视阶级斩杀任何魔兽的能力。这么厉害，那肯定很珍贵吧？我不能要。最后在雪木的劝说下，艾丽卡终于接受了这张 P 卡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雪木，你以后一定要来找我，我要好好答谢你。说完，艾丽卡打开了时空漩涡，慢慢走了进去。现实世界的某荒野处，一个黄色漩涡突然出现，随即雪木从漩涡里走了出来。终于回来了，而且还变成了3阶执卡者。此时的雪木看到远处游荡的丧尸，感觉他们如同蝼蚁一般。怪不得高级执卡者不去杀这些丧尸，这几个经验狗都不要。手感一般呀。雪木松开了手枪，手枪落地后立马变回吞噬射手的形态。还有脸说什么武器都不给我，连这把枪都是我自己抢的。看着态度恶劣的吞噬射手，雪木笑嘻嘻的回道：好了好了，这次咱们去的那个监狱领地肯定有不少武器，到时候给你偷。哦，不对，去借一点。这还差不多。那我们出发吧。说着，雪木掏出芦笋战机，将其召唤了出来，随之轻轻一跳坐了进去。小隼，冲啊！接到命令的芦笋战机直接冲了出去。临走时，雪木还丢下2张灵卡。黑夜里，战机快速朝着目的地飞去，而原本的荒原里，一个铁桶僵尸和一个普通僵尸正在不辞辛苦的击杀丧尸，替雪木收集着魂晶。10多公里的距离，几分钟就到了。这片建筑在荒野中相当好认。此时的监狱除了中间的那座高楼亮着灯，其他地方都是黑黢黢的。小隼就降落到那个建筑外。听到命令，芦笋战机降落在那建筑的房顶。落地后，雪木又翻到下面房间的阳台，小心翼翼地往里面窥探着。然而下一秒，室内的画面差点让雪木惊呼出来。只见雪静和周婷之被反绑着，双手跪坐在床上，而床的旁边，一个猥琐的胖子正在慢慢靠近着。不好，得赶紧救人！此时的房间内，雪静和周婷之绝望地看着眼前的男人。嘿嘿，小宝贝们，我来了。这时，无能身后的阳台玻璃突然发出阵阵敲击声。谁？就在无能转身质问时，
阳台的门被猛然推开，而门后的身影却让屋内的3人都吓了一跳。一个举着报纸的绅士僵尸，只是下半身穿的粉红色大裤衩，让他的气质显得异常猥琐。你是个什么玩意？居然敢闯进我的房间！吴能边大声质问，边在身后掏出了自己的灵卡。我是你二大爷！听到声音，床上的雪静惊呼道：“这是雪木大人的声音。”周婷之听到声音，急忙提醒：“小点声，我们先别说话，看看他要怎么处理。”我还是你的大爷呢，还不太清楚这怪物的实力，不能贸然动手。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无论是物资、女人还是武器，我都可以给你，只是希望你拿到自己想到的东西以后赶紧走，我们这里不欢迎外人。我要你的裤衩！你他妈的耍我！吴能怒吼着冲向了毒豹僵尸，他的身体在空中迅速膨胀，体表长出紫色长毛，四肢变得粗大，然后抡起手臂重重地拍向毒豹僵尸。然而这一击却连僵尸的报纸都没撼动，甚至这绅士僵尸没有多看他一眼，还翻过一页报纸继续品读。眼看自己的全力一击是这样的结果，吴能吓得变回普通形态，直接跪地求饶：“二爷，不，大爷，我错了，您想要什么您说，我肯定满足你。”可报纸僵尸依旧没有任何动作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报纸。这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是怎么回事？既然你不动，那我就偷袭！吴能从地上直接跃起，一把抢过那绅士僵尸手里的报纸，然后后退几步，重新变成地龙形态。没了报纸，我看你还能不能接住我的攻击？正当吴能准备再蓄力一击的时候，却发现对面站着的僵尸开始浑身颤抖，眼珠泛红，身上的气势也越来越高涨。这沙雕居然把报纸僵尸的报纸抢走，这不是自己找死吗？我可是说过，我的卡林都很独立的，根本不听我的指挥。突然，报纸僵尸动了，迈着扭曲的步伐，逐步向吴能靠近。退无可退的吴能也将所有力量汇集在拳头，受死吧！巨大的拳头携带着毁灭的气息，砸向迎面而来的报纸僵尸。只是在拳头与僵尸接触的一瞬间，吴能就感觉手臂一麻，好似断了一般，所有的气势一扫而空。这回吴能是真的怕了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开始求饶：“二爷，二爷，我错了，别杀我！”报纸僵尸没有理会吴能，现在只想吃掉他的脑子。就在僵尸动手的紧要关头，雪木冲了进来，一把抓住吴能，将他从阳台扔了出去，顺手将他手里的报纸抢下，重新放回报纸僵尸手上。霎时间，僵尸那暴虐的气息消散，重新变成一位安静的变态。而飞在空中的吴能也看到屋内的情况，只见冲进屋里的少年掏出了灵卡，收回那僵尸，心里已经清楚发生了什么。原来是你这混蛋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此时的屋内，雪木已经解开了2个女孩的绳子。雪木大人，还好您赶到了，要不我跟婷芝姐就要被那个混蛋侮辱了。一旁的周婷芝着急地说道：“我们要赶紧去救罗大哥，他昨天因为不愿意服从无能，被他派人抓起来了。”闻言，雪木赶忙照出一个恩卡大喷晕：“你们就待在这里，他会保护你们的安全，我自己去救罗大哥就可以了。”说完，雪木就从房间离开了。来到走廊，雪木再次将报纸僵尸释放出来，毕竟僵尸是不需要休息的，而且报纸僵尸的战斗力已经可以横扫这个营地了。就这样一路从顶楼跑下去，刚一出这栋建筑的大门，就看到一大群人抱着武器，气势汹汹的朝他这赶来。雪木一眼就看到领头的无能，而无能同样注意到刚出来的雪木。兄弟们，就是前面这个小杂碎，给我狠狠的打！话音刚落，震耳欲聋的枪声响彻整片营地。眼看对面开火，雪木和吞噬射手立马躲到围墙后面。报纸僵尸还不赶快过来，真当自己报纸打不碎的。收到指令的报纸僵尸迈着猥琐的步伐也躲了起来，他手里的报纸已经破破烂烂了。雪木直接把它收回到灵卡中慢慢恢复，但是把报纸留了下来，这东西可以抵挡一次攻击，是个神器。眼看打不中，无能挥手示意停止了攻击，对着雪木的方向喊道：“那里面的臭小子，不是想要我的裤衩吗？来拿呀！”你是不是有病？喜欢裤衩的是我的卡琳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的声音我化成灰也认得出来，还想狡辩？无能面目狰狞，朝身边人喊道：“你他娘的意大利炮的，给我拉下来！我要轰死这个狗娘养的！”很快，几个手下抱着大箱子跑了过来，无能直接在其中一个箱子里提出一把 RPG 火箭筒，
装上弹头以后，将其扛在肩膀上。你叫雪木吧？罗军他们遇到的直卡者，听说你还去了秘境，没想到居然能活着回来，本事倒是不小。不过你以为这样就能把老子吓到吗？让我看看是你的灵卡厉害，还是老子的 RPG 厉害。墙后面的吞噬射手看到火箭筒的时候，已经双眼冒光了。快，我要那个，快去给我拿来！雪木不耐烦地说道。想要自己去拿，我看你能不能活着回来。说完又回头观察起现在的情况。对面虽然人数众多，但也就只有一个21级的直卡者，只要注意别被武器攻击到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刚才不是说来监狱以后给我弄点武器吗？没有理会唠叨的吞噬射手，雪木直接使用了芦笋战机的附身功能，却被提示战机正在休息，不得已雪木掏出咖啡豆给战机使用，而外面的无能久久没有听到里面的动静，再也忍不住，直接扣动了扳机。片刻间火光四溢，烟雾弥漫，雪木只感觉眼前白光一闪，墙壁已经破碎开，手里的报纸抵挡住一波攻击以后也随之消失了。反应过来后，雪木赶忙推动飞行器飞到另一侧的墙壁后躲起来，毕竟对面有枪有炮，就算有芦笋战机的加速也无法保证绝对安全。小东西，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。说着，无能又是一发火箭发射了过去。这次有了准备，雪木直接退回建筑内。这样一直躲也不是办法，得把他的武器解决掉。有了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雪木抛出一张灵卡，就决定是你了，磁力菇。瞬间，一个脑袋呈 U 型磁铁状的可爱蘑菇出现在楼道大厅口，它脸颊冒着淡蓝色荧光，磁铁两端不断朝外散发着诡异的磁场，而那枚即将撞向墙壁的炮弹突然静止，然后直直的被吸到磁力菇的脑袋上。什么？上集回顾，不敌报纸僵尸的无能被雪木从阳台扔到楼下，随后在雪静等人的口中了解到罗军的遭遇，于是准备前去营救，但是刚出门口就碰到回来报仇的无能。眼看对面开火，雪木和吞噬射手立马躲到围墙后面。报纸僵尸还不赶快过来，真当自己报纸打不碎呢。收到指令的报纸僵尸迈着猥琐的步伐也躲了起来，他手里的报纸已经破破烂烂了，雪木直接把它收回到灵卡中慢慢恢复，但是把报纸留了下来，这东西可以抵挡一次攻击，是个神器。眼看打不中，无能挥手示意停止了攻击，对着雪木的方向喊道：那里面的臭小子不是想要我的裤衩吗？来拿呀！你是不是有病？喜欢裤衩的是我的卡琳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的声音我化成灰也认得出来，还想狡辩？无能面目狰狞，朝身边人喊道：你他娘的意大利炮的，给我拉下来！我要轰死这个狗娘养的！很快，几个手下抱着大箱子跑了过来，无能直接在其中一个箱子里提出一把 RPG 火箭筒，装上弹头以后将其扛在肩膀上。你叫雪木吧？罗军他们遇到的直卡者，听说你还去了秘境，没想到居然能活着回来，本事倒是不小。不过你以为这样就能把老子吓到吗？让我看看是你的灵卡厉害，还是老子的 RPG 厉害。墙后面的吞噬射手看到火箭筒的时候，已经双眼冒光了。快，我要那个，快去给我拿来！雪木不耐烦地说道。想要自己去拿，我看你能不能活着回来。说完又回头观察起现在的情况。对面虽然人数众多，但也就只有一个21级的直卡者，只要注意别被武器攻击到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刚才不是说来监狱以后给我弄点武器吗？没有理会唠叨的吞噬射手，雪木直接使用了芦笋战机的附身功能，却被提示战机正在休息，不得已雪木掏出咖啡豆给战机使用，而外面的无能久久没有听到里面的动静，再也忍不住，直接扣动了扳机。片刻间火光四溢，烟雾弥漫，雪木只感觉眼前白光一闪，墙壁已经破碎开，手里的报纸抵挡住一波攻击以后也随之消失了。反应过来后，雪木赶忙推动飞行器飞到另一侧的墙壁后躲起来，毕竟对面有枪有炮，就算有芦笋战机的加速也无法保证绝对安全。小东西，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。说着，无能又是一发火箭发射了过去。这次有了准备，雪木直接退回建筑内。这样一直躲也不是办法，得把他的武器解决掉。有了，千钧一发之际，雪木抛出一张灵卡，就决定是你了，磁力菇。瞬间，一个脑袋呈 U 型磁铁状的可爱蘑菇出现在楼道大厅口，它脸颊冒着淡蓝色荧光，磁铁两端不断朝外散发着诡异的磁场，
而那枚即将撞向墙壁的炮弹突然静止，然后直直的被吸到磁力菇的脑袋上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有2张灵卡，还能控制火箭弹？那岂不是……突然，无能视线一紧，他发现那只新的灵卡有点不对劲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卡琳释放绝技后的真空期，他要等冷却时间结束以后才能再次使用，有机会。想到这里，无能又掏出一枚炮弹，准备再次发射，而墙后的雪木却大咧咧的走了出来，并且喊道：“无能，我劝你带着你的手下赶紧跑，要不一会你就没机会了。”你个小瘪三吓唬谁呢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卡琳已经没用了。真是不听劝，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说完，雪木捏碎手中的能量豆，一股奇异的能量透过手中的豆子传送到磁力夫身上，随即磁力夫的身体爆发出一股耀眼的光芒，他脑袋上磁铁的两端涌现出一条条磁力构成的小手，这些小手选中各自的目标后四散开来，有的抓住了步枪，有的抓住了狙击枪，其中一只直接抓住了无能手里的火箭发射器。无能下意识的开始反抗，不想放手，随后用一只小手狠狠一拳打在无能的要害部位，随着一声惨叫响起，雪木身后的地面也堆起了数不清的金属制品，缓步走到无能面前。这回服了吗？服了，服了，饶命，大人饶命啊！地区监狱，雪木跟着2个无能的手下来到监狱深处拯救被抓的罗军。进入牢房，就看到陷入昏迷的罗军被随意的丢在房间角落。罗大哥，眼看罗军身受重伤，雪木掏出黄金水壶开始为其治疗。刚刚见识过雪木战斗力的2人，又看到这样神奇的操作，更是惊讶到合不拢嘴。不多久，罗军的伤势恢复的七七八八，也从昏迷中清醒了过来。罗大哥，你感觉怎么样了？雪木，是你吗？是我。快去救！雪静和周庭之都没事，我已经把他们安顿好了。还有那个无能，我也已经把他收拾了一顿，现在被我的卡琳看着，就等着你吩咐该怎么惩治他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听到这样的消息，罗军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，接着又陷入了昏迷。身体上的伤虽然已经治愈，但是精神上的创伤还需要休养才能恢复。你们把罗大哥带到一个环境好的房间休息，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审判无能。是。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完，雪木也回到了无能的房间，把刚才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雪静和周庭之2人，随后就躺在沙发上沉沉睡去。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太多，雪木也终于能安稳的休息一次。第2天一大早，监狱营地的生还者就都聚在广场，围观着作恶多端的前首领。有些情绪激动的人还会上前谩骂一番，直到雪木等人的到来，广场上开始热闹起来。无能曾经的手下开始痛哭求饶：“大人，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再也不做坏事。”听到这样的话，罗军直接掏出铁棍。第2天上午，在监狱营地的活动区开始对无能等人进行审判。罗军的铁棍狠狠砸在地面，震慑住了求饶的人们，然后开口说道：“愿意留下来的就给我老老实实做人，如果被我发现任何不良行为，你们应该知道是什么下场。”赦免了一部分没跟着无能作恶的手下，其余包括无能在内的所有人都被赶出了营地，任其自生自灭。然后在营地生存者们的欢呼声中，雪木把营地的管理权交给了罗军。罗大哥，希望你以后能带领营地的人们好好生活下去。雪木，是你打败了无能，理应是你来当营地管理者。我在这里休息2天就要出发了，第一站就去魔多，那女人都报了地址，不去算账可说不过去。而且我真的不擅长管理，所以你就不要再推脱了，罗大哥。好吧，以后不管你什么时候回来，我随时可以把管理权还给你。安排好营地的事情，雪木回到无能的房间，为出发做起准备。双生向日葵的效率就是高啊，1个小时居然能生产1000阳光值，加上秘境结束时候剩下的，这才1天的时间就又有2万多阳光了。查看完阳光值，雪木又把食人花召唤了出来，看着他紧闭着大嘴，雪木一个逼都拍了上去。傻花，快给我吐出来！听到雪木的吼声，食人花赶忙张大嘴巴把魂晶吐了出来。由于阳界给的魂晶太多，放在身上不太方便，于是雪木想到这个主意，先让食人花把魂晶包在嘴里，然后再将其收入灵卡，相当于多了个储存空间。这数量不对啊，你丫是不是偷吃了？看到食人花脸红的点点头，
雪木也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拿出铁锹狠狠在食人花头上敲了几下。剩下的魂晶，雪木先兑换了一部分，让阳光值涨到5万多。老规矩，留1万，来个40连抽。一阵光彩夺目的效果过后，40张卡牌出现在系统界面。飞碟瓜、漩涡琵琶、灯笼草，名字倒是挺别致，不过效果也太一般了。22卡火炬树桩、南瓜头、矿工僵尸、铁桶门僵尸，这几个还不错。P 卡是坚果墙、巴豆和缠绕水草。S2 是仙人掌、电流醋栗、进化卡吸金瓷和雪橇车僵尸，不错不错，这次也出了不少有用的新卡。笑嘻嘻的收好零卡，雪木收回了满脸委屈的食人花，不敢再让他保管魂晶了，转手召唤出飞碟瓜，让他把剩下的魂晶都收好。这小东西比食人花听话多了。都安排妥当以后，雪木突然想起来，昨晚放出去收集魂晶的僵尸2兄弟还没回来，不会是迷路了吧？你们两个还不快回来？是想携款潜逃吗？与卡灵的意识交流只能是单方面传达信息。喊完话，雪木没再多想，掏出了那张进化卡，同时释放出正在休息的磁力菇。一张进化卡下去，原本睡眼迷离的红色磁铁立马焕发出金色光芒，身体也比之前大了不少，整个磁都精神了。主人，我不想虚度此生了，我要发挥能力，为你赚很多很多钱。主人，我感觉有好多新的魂晶出来，马上就要到我们楼下了。新的魂晶？应该是僵尸2兄弟回来了吧？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营地的大门口就发起一阵骚动。2个丧尸的到来还是让人们心中升起一丝恐惧，直到雪木走到他们面前，将其收入灵卡里面，才平息了混乱。好了，大家都散了吧，这2只是我的卡灵，不会伤害到大家的。收回僵尸2兄弟，雪木又找到了正在安排营地日常工作的罗军。罗大哥，营地有靠电力驱动的车辆吗？你是说新能源汽车吗？倒是有一辆，但是因为营地本身用电就很紧张，所以一直没有使用过。那太好了，能借给我用用吗？你想用当然可以直接开走，但是在这种末世下，可没什么充电桩能给电车充电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稍微帮我改造一下，只要把充电接口改在车内就可以了。刚刚抽的 S2 电流醋栗能一直放电，根本不怕电力不够用。好，那我一会就安排营地的工程师把那辆车改造一下，明天就可以完成。多谢罗大哥了。又提出对汽车改造的具体要求后，罗军就风风火火地安排人去操作了。第二天，在营地众人的围观中，改造一新的防爆电动车停在了广场上。雪木，车子已经改装好，你真的今天就要出发吗？是的，在这里已经休息好多天了，也该离开了。好，那你路上注意安全。雪大人，您一定要再回来看我们啊！一路顺风。和众人道别之后，雪木把电流醋栗召唤出来，放在汽车中控台上。这里已经被改造成醋栗的专座，下面有一个接口，只要把醋栗放进去，就可以给车子充电了。嘻嘻，醋栗电流来了。雪木按下启动按钮，汽车响起微弱的轰鸣声，随后在众人的瞩目下驶离了监狱营地。新的冒险，我来了！也太无聊了，这新能源车居然没有自动驾驶，离魔都还有400-500公里，这要开到什么时候？系统有什么好的建议吗？雪橇车僵尸可以协助宿主开车。他不是开雪橇车的吗？还会开汽车？还有驾照吗？没有 A 照的僵尸不配开雪橇车。这年头，想在僵尸圈里混出名堂，也要有点才华垫底才行啊！得到确定答案，雪木直接下车召唤出萨尔卡雪橇僵尸，光芒闪过，一个头戴红色棉帽、身穿半袖棉衣的僵尸出现。你去开车，我坐副驾驶。收到命令的雪橇车僵尸熟练地拉开车门坐了进去，直接一脚地板油，车子扬尘而去。不愧是有 A 照的僵尸，驾驶技术真不是盖的。小葵，你给他指一下方向，我先休息一会。好的，主人。随着雪木沉沉睡去，汽车也向着太阳落山的方向快速驶去。确定了车辆安全以后，雪木呼呼大睡起来。结果一觉醒来，雪木直接傻眼了。我去，你们给我开到哪了？放眼望去，车子停在一片深山老林里面了。雪木仔细在地图上找到他们现在的位置，无奈地问道：我们明明要往东开，怎么现在的位置往西移动了这么多？雪橇车僵尸浑身颤抖地站在一旁默不作声，
双生向日葵也微低脑袋，很是愧疚。你们两个怎么回事？眼看向日葵的叶子颤巍巍指向天空，雪木先是疑惑，随后突然想起某种可能。你们该不会是想追着太阳吧？向日葵姐妹同时点了点头，得到肯定的答复，雪木只觉得一阵无语。趁着夜色向前行进一段路程以后，雪木还是决定停下休息了。毕竟开着车灯，在这寂静的环境里太过显眼，很容易吸引到魔兽或者丧尸兽，而大部分植物在晚上也都需要休眠。就这样躺在车上休息，刚到清晨时分，忽然从车辆不远的地方发出一道巨响，震醒了昏睡中的雪木。卧槽，什么情况？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，紧接着又是一道凶狠的咆哮传来，这带着肃杀寒气的音浪不断交击在雪木的心脏上，让他产生一种想要立马跳出去厮杀一番的冲动。小吞，快编个耳机！随着雪木的命令，卡牌里的吞噬射手直接巨现成一副军用耳机套在雪木头上，隔绝了瘆人的叫声，雪木的状态才慢慢恢复。随后雪木跳下车，飞往停车点附近的一处高地，向周围望去，发现在前方不远的地方站着一只身高10米的魔物。38级山石黑猿，这么高级的魔兽，它在这里干什么？此时的黑猿已经停止了吼叫，静静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条水泥路。眼看这只魔兽在发呆，雪木也不着急上去解决它，先观察起自己的属性。还有45000的阳光值，系统先来一波30连抽。一阵绚丽的效果过后，雪木手上多了30张卡牌。这次的 S2 是仙人掌、寒冰醋栗、金蝉菇 ，P 卡是小丑僵尸和竹员外。哎，30连抽才出一张僵尸卡，还是个 P 卡，得赶紧把系统升级一下，不然缺少强力僵尸卡，夜晚的战斗能力还是太薄弱了。就在这时，远方传来阵阵响声，雪木收好灵卡，再次向魔兽望去。此时的马路上涌现了大批丧尸，密密麻麻望不到头，他们不要命的朝魔猿冲去，而魔猿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随手一握就把一只丧尸抓在手里，然后将其送入口中，狠狠一口咬下丧尸的头，又把身体朝空中一抛，尸体远远飞出，不知道落到哪里了。我去，这口味也太重了吧！而且这么大批的丧尸，在这种魔兽的眼中，居然是一口一个的小零食。就在此时，魔猿开始啃食僵尸的脑袋，这猩猩口味可真重，而且这么多僵尸，我现在过去也讨不到好，还是先等等。想到这里，雪木也变出一个西瓜，大口啃食起来。短短几分钟，大批僵尸就被魔猿吃光了。在意犹未尽的打了一个饱嗝之后，转身往回走。结果没走多远，他发现一个奇怪的东西，缓步来到汽车旁。魔猿好奇的打量着没见过的新奇玩意，这可让高地上的雪木吓了一跳。车里现在还有好几个植物卡灵，如果这大猩猩一拳砸下去，连车带卡灵就都报废了。别动我的车！空中的雪木直接朝草地中抛下一张灵卡，给我砸！西瓜头手泛着光芒，稳稳地落在地面。得到攻击的命令，那硕大的西瓜直接精准投向魔猿的脑袋。砰的一声，西瓜似炮弹般在对方头上炸开。魔猿被这一下打得向后踉跄几步。Nice 兄弟，继续投，砸死这猩猩！原木边发出命令，边向魔猿方向快速飞去。随后右手向前伸出，由吞噬射手变成的火箭筒直接巨现出来，轻轻扣动扳机，火焰伴随轰鸣声与西瓜投弹一起射向地上的魔猿。此时的魔猿正揉着有些发懵的脑袋，听到空中传来的声响，立马用双臂护住头部。烟雾散去之后，想象中血肉模糊的一幕并没有出现，反而魔猿的两只手臂比之前膨胀了1倍有余。这东西皮可真厚啊！填充好弹药，雪木正准备再次发射，地面上的魔猿却突然狂吼一声，然后双腿右臂一蹬，猛地向空中跃起，狂暴的拳头直直的朝雪木袭去。见状，雪木收起火箭筒，左手变出一份报纸，右手拿出一把铁锹，然后将报纸护在身前，只露出铁锹对着挥来的拳头。看到这人类停在风中没有闪躲，魔猿的拳头更是加重了几分力道。然而当拳头击中铁锹的瞬间，魔猿表情瞬间变得扭曲，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。虽然报纸承受了一次攻击已经消失，但雪木还是比较满意这个结果的。
这可是你自己撞上来的，别怪我。然而下一秒，雪木的笑容也消失了，魔猿开始从空中掉落，雪木也被带着一起落下。擦，铁锹拔不出来了。眼看魔猿另一个拳头砸了过来，雪木不得已松开铁锹，重新飞回空中，并且在起飞的瞬间向魔猿身上扔了一张樱桃炸弹。跌落地面的魔猿好奇地看着怀中的2颗樱桃，只见它们身体不断膨胀，越来越大，然后就是一阵响彻云霄的爆炸。谨慎地看着大片红色烟雾，雪木知道这魔兽还没挂掉，因为系统没有给出奖励提示。我的最强 P 卡都寄出来了，居然还没他炸死。突然烟雾中冲出一个血肉模糊的身影，飞快地向山上跑去。别跑啊，有种单挑。不对，你呀把铁锹还给我。另一边，雪木也催动喷射器追入山林，然而没走多久，突然从树林里窜出几只丧尸兽，直向雪木冲来。南瓜头！召唤声响起，一个刻有鬼脸的南瓜护盾立马包裹住雪木的身体。咚的一声，4只丧尸兽齐齐被南瓜头反弹出去，而受到多次攻击的南瓜头也变得十分脆弱，橙黄色外壳开始脱落。雪木赶忙将其收回，避免南瓜破碎的下场。一群10几级的小卡拉米也想偷袭我。此时落地的丧尸兽准备再次发动攻击，有了准备的雪木双手各出现一只回旋镖，然后用力抛了出去。这是 S2 卡牌回旋镖射手的能力。随着2只回旋镖的划过，其中2只丧尸兽也表演起脑袋搬家术，而剩下的2只也被菜问附身的雪木邦邦2拳打飞出去。然而这4只丧尸兽仅仅是个开始，周边树林里不断发出悉悉索索的声音，一只又一只丧尸兽冒出身影。年轻人不讲武德，居然找帮手，既然如此，也别怪我了，出来吧，我的卡灵。话音刚落，10几张卡牌也从雪木手上扔了出去，光芒闪过，一只又一只卡灵出现在丛林中。首当其冲的就是被抢走报纸的报纸僵尸，刚一登场，浑身就散发出暴虐的气息，张牙舞爪的朝视线中的丧尸兽冲去。紧随其后的是铁桶门僵尸，他攻击虽然不高，但是皮糙肉厚，极难对付。铁桶、路障、普通3个僵尸也跟在后面，寻找着自己的目标。另外一边是植物大军，身先士卒的是战斗黄太问，找到最为强大的丧尸兽就冲了过去。首次登场的金蝉菇远远躲在后面，一记长蛇甩出，总会卷回一只丧尸兽，3下5除2就咽了下去。甚至为了照顾身边的食人花，还会时不时捞一只喂给他。火炬树桩配合豌豆射手在一旁疯狂输出，收割着丧尸兽的生命。空中的芦笋战机也靠着高机动性戏耍着飞禽类丧尸兽。处在战场最中心的雪木反而落得清闲，坐在高坚果头上静静观赏这出好戏。可惜向日葵还放在车上，要不就能边嗑瓜子边看戏了。不出10分钟，树林中的丧尸兽已经被消灭干净。都回来吧，我们继续去追击那个大猩猩。收回灵卡后，让吸金瓷把所有丧尸兽的魂晶融合成一个高级魂晶，然后雪木又附身芦笋战机，继续朝魔猿追去。顺着血迹，很快就追到了山顶。站在雪木肩膀上的吸金瓷激动地喊道：“主人，找到了！”随后用磁感线幻化出一只小手，指着某个地方。雪木赶忙朝着那个方向飞去。穿过树林后，一个巨大的洞穴映入眼帘。他就躲在这里面吗？眼看吸金瓷用力点了点头，雪木有点犯难了。黑黢黢的，也不知道里面是个什么情况，怎么办？有了！